少他妈给老子装贞洁烈女，一会儿有你主动缠老子的时候。顾念来不及多想，使出最大的力气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猴子偷桃。臭娘们儿，臭娘们儿！顾念顺势一个翻滚，远离了男人的危险范围，又迅速地爬起，撒腿飞奔。臭娘们儿，别让老子抓到你！剧烈奔跑之后，顾念觉得口干舌燥，这具身子像是被火烤似的燥热，乱七八糟的记忆一股脑地涌了进来。该死的，老娘定要把你们搅和得不得安生！药效肆无忌惮地在身体内游走，发出不安分的躁动。抬眸间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间破庙，他脚步踉跄，扶着门框走了进去。只见地上躺着一个男人，一动不动地盯着他，小腿上插着一支利剑，流出的血液发黑，明显已经中毒，身体不能行动。你受伤了？滚开！嘿嘿，肩头上有毒，得赶紧处理伤口，我帮你拔出来吧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否则……肩头的位置还挺深的，需要赶紧拔除，否则毒素扩散就不只是身体无力，还会危及生命。只是没有麻醉，你得忍着点。话音未落，一个巧力把箭头给拔了出来。尹宁闷哼一声，冷汗直冒，似乎没有想到他如此快准狠。此时的顾念内心哭成了一团，希望这个男人看在自己救了他的份上，原谅他即将做出的不可描述的行为。合欢伞？你今日真走运。说完，那双玉手伸向了男人的裤子。我劝你即刻住手，至少这样你这双手还保得住。好可怕的样子啊！不过已经由不得你了。下一刻就真的向他伸出了魔爪。周围的温度已经下降到冰点，说是眼神能杀人的话，顾念的身上估计已经千疮百孔了。此时的他神智恢复以往的清明，顾念自知理亏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上，从袖袋里掏出仅有的2件东西，一个银锭子和一个铜板。于是他抬手把一个铜板随意地扔了过去，却好巧不巧地扔到男人银色的面具上。你那个也不太行啊，全程也没有出力，本姑娘就吃点亏，便宜你了。你会付出代价的。顾念脚下一顿，心虚的头也不回的消失在对方的视线之中。主子，主子的身上只穿着一条亵裤，赤裸的胸膛上布满了牙齿和指甲抓挠的痕迹。主子，您这是……给我闭嘴！清风不敢耽误，赶紧取出一颗解药放到主子的嘴里，并上前帮忙穿戴好衣服。哎呀，这是哪个活腻歪的女人，敢趁着主子中毒把她给睡了？给本王查，务必将那个该死的猪头脸女人给我抓回来！手中紧紧攥着在草丛中捡起的发簪，似乎要把簪子捏碎一般。是，主子。主子，您鱼多为轻，可动不得怒啊，小心身子啊！他与清风对视一眼，纷纷低下了头。他们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，他们的主子被一个丑陋的女人夺走了清白。坐在浴桶里的顾念心思百转，别人穿越不是皇后就是公主，而她一穿越就把一个男人给糟蹋了，还是不负责任的那种。叹息声刚刚结束，就在意识中看到了熟悉的研究室，还有在现代刚刚研究成功的药品。
这也太离奇了吧！确定这么惊悚的一幕没有人发现，这才放心的去打开手中的药，涂抹在脸上，顿时透出一丝冰凉，又试探着用意识把那瓶药收回去，手中的药立即消失在视野中。不仅研究室跟着过来了，还有了空间储存的功能，真是意外之喜呀！太傅府仙月阁，到嘴边的鸭子你居然让它飞了，留你何用？真是白费了本小姐一番心思。二小姐，用了合欢散的人暴毙和失身都不是好结果呀。就算大小姐回来了，那也是个残花败柳了。顾仙儿脸上的狰狞少了几分，可心中的恨意却依旧未减。她顾仙儿才是太傅府的嫡女，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凭什么那个贱人抢走所有的风头？想起顾念那张妖孽魅惑的脸，就恨不得撕掉那张皮。宁王府，王爷，属下无能，那个女人不知所踪。不知所踪？他盯着手中的发簪一动不动，似乎要从中找出那女子的存在。婉，查所有名字里有婉字的女人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王爷，属下这就去查。王爷，这在长江寺庙一踏中了埋伏，肯定是有人泄露了行踪。当时属下追出去，发现他们都是死士，没有从那些人口中得到有用的消息，心里主要是着急啊。幸好那个女子替你拔出了毒箭，否则毒液侵入血液，就真的不好解毒了。暗中调查一下府中可疑之人，不要打草惊蛇了。是，主子。躺在床上，想起那个猪头脸的女人离开时说的话，从未有过的耻辱感在他心里翻腾着。这该死的女人，此辱必报。哎呀，我们母女多久没有这么亲近了？母亲，女儿以前犯糊涂，识人不清，现在明白了。您还想回去吗？若不是母亲手里还有钱财贴补府中用度，只怕你父亲早已起了休弃我的心思。我对那个太傅府没什么可留恋的，如今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了。罢了罢了，既然不喜欢，那就分开。人生苦短，怎么高兴怎么过。哎，念儿，府上每月都会差人来向母亲要银子供你用度，为何你穿戴如此简洁，一件首饰皆无？难道……母亲，他们每次都来要多少？也不算多，就10几万两吧。以前觉得你还小，就依照你父亲的话把钱交给他派过来的人。一个月10几万两还不多？哼，这钱可想而知是进了谁的口袋了。母亲明白，你父亲的那点俸禄养不起整个太傅府，他和同僚之间往来需要大量的银钱，将来你还要仰仗你的父亲，母亲也就只能在银钱上拿捏一下他们了。原来自己是个富二代。那点钱对于母亲来说简直9牛1毛，最值钱也最重要的都在外祖父送给你的簪子里呢。簪子？母亲，女儿只知道那个簪子重要，却不知那簪子的特殊之处在哪里。母亲，女儿只知道那个簪子重要，却不知那簪子的特殊之处在哪里。簪子的隐秘处啊，刻有你的小名婉。这个婉字是你外祖父亲自刻上的，它就如同一枚印章，能在全国所有刘府的产业通用。外祖父真是大手笔啊！这簪子肯定是慌乱逃走时丢的，若是想要找到簪子，就必须要找到被他糟蹋的那个人。想想就头疼，这事儿很难办啊。怎么突然就皱起眉头了？虽说如同印章，但是簪子在外人看来并不贵重，况且也没几个人知道你的小名，你也不用有压力。好的，母亲。看来找簪子的事情需要从长计议了。这最先考虑的是已经失身的事情。经过一晚上的记忆梳理，他清楚了原身从小到大的所有事情。和母亲一起用完早膳，这才不慌不忙地赶回家中。母亲，姐姐一晚上都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出事啊？仙儿别担心，念儿她一直都有自己的主意啊！大家不要误会，念儿虽然性子放纵了些，可她是个好孩子。
太傅府的大小姐原来是这种不要脸的女人。哼，是啊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我看二小姐倒是温柔娴熟，比大小姐强多了。随后顾仙儿又对着人群的一角使了个命令式的眼神。你们不要误会大小姐，我与大小姐是两情相悦，她并不是你们口中不检点的女人，她一夜未归，只是与我在一起。嘿呀，突然出现一个相好的，他怎么不知道？顾大小姐真是不知廉耻，竟然和男人无媒苟合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这样的女人娶回家也是个不安分的，谁敢要啊？议论纷纷之中，一辆马车徐徐而来。太傅大人顾江下朝回府，出了什么事了？老爷，念儿一夜未归，那个男子说和念儿在一起是两情相悦。您看这……那个孽女呢？把她给我带过来。父亲是在找我吗？女儿回来了。哎呀，念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你父亲可气坏了，赶快给你父亲道歉，求他原谅。只要顾念道歉了，就能坐实他不检点的事实了。混账东西，还有脸回来！姐姐，你不要怪父亲生气，不是因为你丢尽了太傅府的颜面，只是因为担心姐姐的安危啊。昨日的药就是这个小白莲的妹妹所为，表面温柔无害，内心狼心狗肺。孽女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？父亲，您询问情况了吗？调查了吗？有证据吗？就这样给我定罪了？念儿，你我两情相悦，这是你赠我的定情信物，你忘记了吗？哎，还不承认呢？证据都拿出来了，顾大小姐不要脸还薄情，看这位公子多伤心呢。顾念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现在还有何话说？我说屋里擦窗帘的布巾怎么不翼而飞了？原来是被有心之人拿走了。这偷东西的人也是个蠢的，拿个擦布巾当宝贝。父亲，您好歹也是当朝一品官员，这个男子穿着崭新干净，实则邋遢脏污，贼眉鼠眼。他就是被人安排来的一个乞丐，是故意污蔑女儿清白的。您早就应该发现了才对啊！难道您是觉得女儿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？难道父亲觉得女儿会喜欢上一个品行不端的乞丐？你原来是乞丐故意污蔑大小姐的。深寨大院里的水太深了，真是委屈了顾大小姐了。念儿，别说了，看把你父亲气的，有什么话给母亲说。打住，我只有一个母亲，她在庄子上住着呢。我和父亲说话，希望你不要插嘴。你既是被他说的脸色难看，袖子下的手攥得泛白。是的，父亲，这是母亲给的10万两银票，女儿昨晚就是在庄子上陪着母亲。这个月府上的用度，女儿直接带过来了，就不用安排人去母亲那里拿了。原来太府都是刘夫人出钱供养着的。哎呀，花着刘夫人的钱，还把人赶到庄子上去住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难怪大小姐受委屈，母亲都被赶到庄子上去了，留下一个女儿可不是得受委屈。念儿在父亲心中一直都是乖巧的好孩子，父亲还是相信你的品行。都是这个乞丐无故跑到太傅府门前制造混乱，企图污蔑念儿的清白。父亲一定严惩这个乞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官府。冤枉啊，我是真心喜欢大小姐的。压下去。二小姐，救命啊，是你说。来人，给本夫人堵上她的嘴，胡乱嚎叫，别吓着两位小姐。哼，每月10万两银票养着你们这群白眼狼，我早晚要把这些钱全部拿回来。顾念走进念熙院时，玲珑和琥珀已经在院门外等了许久。大小姐，您可回来了，您没事吧？哭什么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走吧。在这个太傅府中，也许只有这2个丫鬟是和他一条心的。这2日的经历比上一世许多年过得都精彩，现在终于可以安静一会儿了。但是有些仇该报的还是得报。原主被他们害死了，自己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夜色渐浓，繁星点点，一道娇小的身影在太傅府中穿梭，挥出手的瞬间，一阵清风吹过，药粉纷纷扬扬四散开来。这特制的迷药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留痕迹，让人无处可查。
顾念悄悄地潜进去，月色下依稀能看清那床上的人正是睡得正香的顾仙儿。把昏迷的男人从空间里扔到床上，拿出银针在两人的穴位处施针，让他们更加尽兴。良辰美景不可辜负，待明日醒来，真是期待呀。此时的海棠院仍然亮着烛光。燕儿一夜未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听实话。老爷，老爷，仙儿给念丫头下药，让男人把她带走，所以一夜未归。仙儿也是一时糊涂，求老爷别怪罪仙儿，要怪就怪妾身吧。你糊涂！前几日娘家侄儿的喜宴上，太子殿下突然到访，太子第一次见到念儿丫头，眼神就被勾住了，妥妥的狐妹子。仙儿喜欢太子殿下已久，一时气不过才做下错事。老爷，仙儿也是一时糊涂，妾身没有管教好女儿，都是妾身的错，请老爷责罚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这以后你和香儿给我紧闭上嘴巴，这件事情传出去，对我们太夫妇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刘氏若是知道了，直接断了府上的经济来源，看你们以后的生活还能不能够如此优越。季氏听到这话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不追究仙儿的责任就好说，赶紧上前替她更衣，温柔又妩媚。顾江的宽恕也让他整晚极力表现。宁王府，主子，属下查过了，高将军家的小女儿名字有婉字，却只有3岁，还有一个尚书府上的姨娘名字中有婉字，现在怀孕6个月，其他没有了，属下不能。清风说完，悄悄抬眸看了一眼主子的脸色，在主子即将发火之前，赶紧继续禀报。主子真是料事如神，正如您所料，太夫妇不想让顾仙嫁给主子。顾家大小姐顾念现在还是嫡女身份，他们想让大小姐嫁过来，但是属下得到一个奇怪的消息。说，属下听说顾家大小姐不知检点，无楣苟合，前日1天1夜没回府。前日1天1夜没有回府，这是巧合还是冤家路窄？哼，好，本王知道了。成婚过程还是按照以往方式办，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。是，主子。叶宁眼神盯着一处，心思百转，看来要去试探一下，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铜板和发簪的主人。想到此处，他戴好面具，翻身从窗户飞了出去。叶宁悄悄在太傅府中间的屋顶落下，确定了一个方向后，飞速落在了另一处不太明显的一处房顶上。他轻轻地掀开瓦片，往屋里看去，然而下一秒却差点从屋顶上摔下去。昏黄的烛火下，屋里的顾念正一丝不挂地泡在浴桶里。尹宁的俊脸瞬间通红，心里暗道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他赶紧轻轻地把瓦片放回去，然后远离此处。回到府中，却久久赶不走心里的悸动。主子，您的脸色怎么这么红啊？要不要叫府医啊？出去。主子趴在一个女子闺房的上方，又是脸红又是流鼻血的，还能看见了什么？哎呀，没想到一向不近女色的主子竟然也有这种时候。翌日，天空破晓，阳光渐渐透过云层。坏了坏了，怎么就起晚了呢？难道是这2日太过劳累？拍了拍其他下人的门，催促道：阿姨，快起来快起来，什么时辰了还在偷懒，一会儿少不了你们的惩罚。他转身看到守门的婆子还在地上躺着，睡得发出打鼾的声音。还睡呢？小命不要了吗？求姑娘饶命啊，在二小姐身前说句好话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，以后一定不会再犯，求碧莲姑娘饶命啊。碧莲冷哼一声离开，饶恕不饶恕的得看她和二小姐的心情。二小姐，你醒了吗？没有动静。奇怪，二小姐今日也起晚了。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大床上正躺着一男一女。破庙里睡觉的乞丐半夜起来小解，看到柱子旁边睡着一个乞丐女人，眼睛一咕噜就直接朝着女人走了过去。
还没有解开女人的衣服呢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醒来就躺在雕花锦缎的大床上，身边还有美女相伴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大胆！你是谁？是怎么进来的？惊叫声引来了顾江和季氏。大清早的一惊一乍，成何体统？老爷夫人，二小姐她碧莲今是怎么回事？说话都不利索。母亲，我该怎么办？跟着一起进来的顾江也愤恨的眼睛里冒着火焰。大人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小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醒了就在这里了，请大人明察，还小人清白啊！大人，肯定是有人陷害呀，小人是无辜的，小姐姐失身于我会负责的。你负责个屁！母亲，我不活了！仙儿别怕，有母亲在呢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拖走，不留活口！仙儿不怕，有父亲母亲在，什么事都能解决。仙儿放心。今早的一桩艳事全府皆知，只不过人人闭口不谈，假装不知道。大小姐，你知道二小姐她……我知道了。不，大小姐，你肯定不知道，她和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，那人还是个乞丐。大小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这兴奋的眼睛里看见的。大小姐越来越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难道自己这么快就被看出来是假的了？大小姐变得越来越聪明了。顾念被他逗得嗤笑一声，继续忙活着手中的事情。仙月阁里依旧是一片阴霾。是顾念他要报复，是他，对，就是他。对，老爷，一定是顾念那个丫头。我瞧着她昨日就不对劲儿，和从前大不一样，分明就是想毁了仙儿。无知妇孺，那乞丐一看就是一个软骨头，威胁生命的情况下，依然说自己一无所知。难道念丫头能把一个男人迷人扛到太傅府？她一介女子，又是如何在内宅中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人弄到仙儿的床上？老爷，妾身有办法。过几日是仙儿的祭礼，提前准备吧。还有仙儿的院子里的下人，你知道怎么做吧？妾身明白。他的仙儿一定要嫁入太子府，一定要成为人上人。仙儿放心，以后的路母亲都会为你铺好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一切照旧便可。整个太傅府有人欢喜有人忧。圣旨到，奉天宠玉皇帝诏曰：此闻太傅府嫡女温婉贤良，知礼博傲，品貌出众，朕闻之甚悦。今特此婚为宁王正妃，下月16完婚，布告天下，贤士闻之，钦此。顾大人接旨吧。这才拉回了顾江的思绪，赶忙接旨。劳烦公公走一趟，请公公喝茶。哎呀，顾大人还真是客气呀。那咱家这就回去复命了。公公慢走。母亲，女儿不嫁，打死我都不嫁。乖女儿，别哭了，哭得母亲心疼啊。母亲一定想办法，绝不会让你嫁给那个病秧子。她教养长大的乖女儿，绝不能嫁给一个废人。老爷，仙儿绝对不能嫁给宁王，您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呀。嫁进宁王府，女人的下场不是早逝就是寡妇。我的仙儿绝对不能嫁过去。闭嘴！真是胆大包天，什么话都敢说出来。闭嘴！真是胆大包天，什么话都敢说出来。我不管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仙儿嫁过去。父亲，您一向最疼女儿的，女儿不能这样一辈子毁了呀！您帮帮仙儿吧。圣旨上指明了顾家嫡女，还能怎么办呢？难道还能让皇上更改圣旨不成？老爷，还有一位嫡女啊，顾念的嫡女身份一直在族谱上没有更改，谁规定一定是我的仙儿嫁给宁王呢？顾念也是名副其实的嫡女。
是啊，父亲，姐姐也是太傅府嫡女，父亲不能偏心吧？况且她是大姐，理应她先出嫁才对。老爷，仙儿以后可是要嫁给太子的，将来有机会入主东宫，定能成为你仕途上的一大助力。念儿那孩子如今变得脾气急躁，性子不好管教，以后如何能帮衬你？倒是仙儿乖巧懂事，以后还是仙儿得用。是啊，父亲，以后女儿都听您的。在季氏母女的轮番洗脑和央求下，她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顾念辗转反侧想事情，而暗夜中的仙月阁满地血迹，一片混乱。顾仙儿身边的碧莲吓得浑身颤抖，最终在顾仙儿的维护之下逃过了一劫。如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一个了，若是以后听到二小姐一点不利的传言出来，本夫人就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谢夫人不杀之恩，奴婢一定紧闭嘴巴。奴婢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谢夫人大恩大德。你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家主子吧。若不是他求我饶你一命，如今你也和外面那些人一样，只剩一具冰凉的尸体了。以后好好伺候你家主子，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谢谢小姐救命之恩，奴婢谨记您的大恩。谢谢小姐仁慈。好了，起来吧。是，小姐。一日一早，仙月阁伺候的下人全部换成了新人，一切照旧。大小姐，仙乐阁的下人只有一个二小姐的贴身丫鬟，其他都被换成了新人，以前伺候的人都不知被安排去了哪里。顾念心中一凉，是自己考虑不周了，以后只要不侵害自己利益的条件下，还是多做善事来弥补自己的失误吧。夏日天气多变，一夜醒来，荷叶上沾满了露珠。小翠，让你打听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三小姐，奴婢打听到了，这几日二小姐很是平静，没有如以前一样找大小姐的麻烦，还有故意躲着的意思，看上去心情也不错。大小姐整日在自己的院子里，也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哼，果真如此。父亲为他们二人安排，何曾想过我这个女儿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呢？若是顾念死了，顾仙儿嫁给一个废人，那自己就是太傅府小姐中唯一的指望。看来自己得多在父亲面前走走才是啊。仙月阁的房间内，季氏拍着女儿的手，温柔劝慰。中亲王府昭华郡主的吉吉宴很重要，仙儿还是去吧，一切照旧才能不让人看出破绽。过几日你的吉吉宴也能有来有往，给昭华郡主送帖子啊。顾仙儿想了想，她隐忍着心里的抗拒，点了点头。这才对嘛，我的女儿是最美的。母亲去给你准备东西。安静的念熙院此时热闹了起来。大姐，中亲王府送来拜帖，郡主今日举办吉吉礼，咱们姐妹一起去吧。可是我没什么准备啊。大姐是天生丽质，不施粉黛已是倾城之貌，再刻意打扮，让我们可怎么出门啊？顾念心下嗤笑，这一个两个的都是影后级别的。顾念故作犹豫之后，和两位影后出了门，看着中亲王府内人头攒动、热闹非凡的景象。主子，就您这名声，就算送礼物过去，昭华郡主也不会喜欢您的。你可真敢说！韶华郡主整日抱着她的猫，你递过去的时候，一定想办法靠近她，景和上面的药会自然挥发，使猫心情躁动。主子，就算昭华郡主不喜欢您，也不用害她受伤啊，这不是主子的风格呀。青羽，属下在。罚俸1个月。啊，是。主子想从那个特别的包扎手法招来，郡主身边跟着很多武功高手，不会让她出事的。今日的吉吉宴会有京都城内大部分的贵女前来参加，还有那个可疑的顾大小姐，她就不信查不到一点蛛丝马迹。顾念他们三人到的时候，厅堂里已经聚满了人。郡主气质高贵，所有东西在郡主身边都仿佛失了颜色，希望仙儿的礼物郡主不会嫌弃。锦盒打开，顿时发出了一片光芒，好漂亮的东珠，一看就是极好的品质。她顾仙儿怎么会有？该不会是母亲的嫁妆吧？顾念来的时候本就仓促，
怔愣的片刻，却收到世家夫人和小姐鄙夷的眼神。他以最快的速度思考着自己有什么是不太值钱，面子上还能过得去的东西。意识在空间内查找一番，还真的被他找到了。这是什么宝贝呀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是啊，看着很贵重的样子，真是美极了。哇，好美啊！顾大小姐，这是什么宝贝啊？本郡主从来没有见过。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天鹅泪，这是我舅舅从一个西域人那里花了大价钱才买到的，目前为止也就只有这么一颗，赠给郡主这样光华霁月之人是再合适不过啦。珍珠，快去准备锦盒，不，要准备上好的金丝楠木礼盒。天鹅泪，真的很美啊！属下也是第一次见的。主子，您一向见多识广，应该知道天鹅泪吧？旁边的清风暗中拧了一下青羽，这货又在找死。青羽，是时候过去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青羽说完，立刻消失在原地。郡主，属下是宁王殿的随从青羽，殿下身子不适，不能前来，命属下给公主送上吉吉礼，请公主笑纳。青羽上前一步，拱手递上锦盒，微不可察地对着面前的白猫轻微晃了晃。谢谢宁王哥哥的礼物，昭华很开心。是，郡主的话，属下一定带到。属下告退。人都到齐，宴席开始。坐在郡主身上的白猫躁动不安的火苗终于爆发了，犹如失去理智一样上蹿下跳。雪团，别跑啊！雪团别怕，到姐姐这儿来，姐姐保护你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白猫喵喵叫着，一味的上蹿下跳，躁动不安，蹭蹭的爬上了院中的假山。假山下很快就聚满了人。别动，你们谁都不能去，会吓到雪团的。本郡主亲自去把她抱下来。侍卫随从们吓得跪了一地，纷纷阻止郡主以身犯险。好了，谁都不许阻拦，否则严惩。本郡主会小心的。看着郡主一人爬向假山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哎呀，郡主吉人天相，千万不要出事啊！各路大神保佑，各路大神保佑！雪团，姐姐来了，不要怕，跟姐姐回去，姐姐保护你。雪团一个矫健的跳跃离开了原地，郡主被雪团晃了一下身子，开始站立不稳，往下坠落。郡主出事了！护卫眼疾手快，把郡主救了下来。我的手腕好疼啊！御医，快传御医！本郡主若是留下疤痕，你们的手也别要了。郡主的伤口一直在流血，还是先包扎上吧，否则等御医来会失血过多。主子，郡主受伤出乎意料之外，顾大小姐又参与进去，怎么办？不着急。好吧，听主子的，继续观察看看。顾念上前来，蹲在郡主的身旁，看了看伤口，继续道：伤口有些深，而且距离血管很近，郡主还需谨慎对待。想要不留下疤痕，我有办法。大言不惭！御医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来看看本郡主的伤会不会留疤。郡主摔得不轻啊，郡主需要好好休养些时日，因为伤口太大，痊愈之后疤痕肯定会留下的。你可是太医院名列前茅的外伤大夫，也去不掉疤痕吗？老臣技不如人，郡主恕罪。留下丑陋的疤痕，我还怎么见人啊？郡主不必担心，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留下疤痕，只是不知道郡主愿不愿意试一试。我先帮您把伤口包扎上，把血止住吧。至于要不要我治疗您的疤痕，还是由郡主您决定。不过请郡主相信，我定能让郡主不留一点疤痕。若是医治不好，任凭郡主处置。顾念说着，就把手伸进了袖袋，从空间内拿出医用纱布为郡主包扎。这顾大小姐什么时候会医术了？隐秘处，顾念浑身散发的冰冷气场，让清风和青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实锤了！青羽在心中默默地为顾念伸出了一个大拇指，赞叹一声：“女中豪杰呀！”姐姐，快向郡主道歉吧，妹妹从来不知你懂医术啊，千万不要耽误了郡主的病情。二姐莫着急，或许大姐真的有办法呢。顾仙儿不可思议地看着拽住自己衣袖的顾灵儿，她这是什么意思？你
这么大的口气，老夫倒要问问你用什么方法医治好郡主的伤？缝合术配以针灸，加速伤口愈合，最后以专用药膏去除疤痕。你说什么？缝合？如同缝衣服的那种？差不多是这个道理。缝衣服会有外针脚和隐藏针脚，缝合术也是一样。我会用美容手法缝合隐藏针脚，从外面几乎看不到，最后再去掉轻微的一点疤痕，就能让郡主恢复如初。昭华郡主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听着都疼啊。缝合术？难道顾大小姐是传说中诡异的传人？顾念愣了一下，难道这个时代已经有缝合术了？诡异是谁？郡主，相传100年之前有个名叫诡异的人，能生死人肉白骨，缝合术也用得出神入化。若是顾大小姐会缝合术，您的疤痕真的有希望去除。若是疼死跟留疤比起来，我还是选择留疤比较妥当。手术的时候会用麻药，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，试试就能恢复如初，不是就注定留下丑陋的疤痕。到底要如何选择，由郡主自己决定。真的不疼？保证不疼。好，那就试试。顾大小姐施展缝合术的时候，能否让老夫在旁边打下手啊？可以，我需要一个单独安静的房间。李御医，你去准备羊肠线。他之所以答应李御医帮忙，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得有人配合自己准备东西，否则手术用的东西凭空出现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顾大小姐，若是本郡主的手腕留下一点疤痕，本郡主就把你的手给砍了，这是欺骗本郡主的代价。顾大小姐，若是本郡主的手腕留下一点疤痕，本郡主就把你的手给砍了，这是欺骗本郡主的代价。哼，这个万恶的社会，我是仗义相助，还得受到威胁和惩罚，我向谁说理去啊？可以，若是我医治好了郡主的伤疤，郡主该当如何？你想如何？我想要今日二妹送与郡主的东珠。哎呦，真敢要啊！是啊，简直是狮子大开口。郡主医治应该是他的荣幸。这个顾念，没人找他的麻烦，他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郡主觉得是您的手腕重要，还是一颗东珠重要？若是郡主失去这次去掉疤痕的机会，以后就真的不好去除了。好，郡主，我一定尽心尽力，每天都会过来给你换药，直到你的伤疤去除为止，最多7天，药到病除。姐姐，你不要欺骗郡主，向郡主道歉吧，否则你承担不起后果。聒噪，把他拉出去。是，郡主。到了安排好的房间，顾念趁着李御医快要回来的空档，用麻醉针给昭华郡主注射麻药，并拿出外科缝合用的相关用具。郡主不要乱动，我要开始为你做手术了。顾念进入工作状态后，就变得无比的严肃认真。咦，只有线拉扯的感觉，真的不疼啊？旁边站着等着帮忙的李御医一点忙都没帮上，整个过程满眼都是崇拜和震惊。原来缝合术还可以这样。郡主，你的手腕不要碰水，不要用力，卧床休息，最多7日就能恢复。顾大小姐，本郡主还真没有听说你有这么高的医术造诣。我母亲被降为平妻，逼到了庄子上去，我若是不藏拙一点，早就入土为安了。那颗东珠是我母亲的陪嫁，被二妹拿来送给郡主，可想而知霸占了我母亲多少东西啊！原来那东珠是这么来的呀！哼，真是欺人太甚！本郡主今日就将东珠还给你。多谢郡主。两人说说笑笑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所有人都以为看错了，尹宁目光灼灼地盯着昭华郡主那条包扎的手腕上，想起那天那个女人厚颜无耻地脱掉了她的裤子，恨不得立刻捏碎她的脖子。同时又很好奇顾念是否真的这么厉害，能去掉昭华郡主的疤痕。他心里有种莫名的期待，最后冷哼一声离开了。顾念被郡主的豪华马车送回府，刚进府门就对上顾仙儿阴恻恻的眼神。大姐是想害死我们太夫府吗？
这么大的事情，竟然自作主张欺骗郡主！别给我扣这么大帽子，乱说话才会害死太傅府。他转身迈出脚，又收了回来。哼，害死太傅府，这个主意真不错呀！谢谢二妹提点。这个贱人真的变了，比以前装无辜的样子更加可恶。顾灵本想坐山观虎斗，让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奈何顾仙儿不中用啊！深夜，房间里灯火通明。主子，府中已经查过了，您主的宣宁院里面负责洒扫的小厮，竟然是个会武功的，深藏不露，就是为了探寻府中的动向。此次破庙遭埋伏，也是小厮透露出的消息，只是他宁死都没有说出背后指使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子责罚。哼，一个小厮竟然暗中隐藏在府中如此之久，继续暗中观察，什么人和小厮传递消息，以防遗漏之人。是，主子。装病的尹宁不由得想起中敌人圈套那天在破庙的情形，当时无法行动的自己竟然还有些享受。安姨，属下在。仔细伪装，小心被发现了。下一刻就从窗口飞了出去。太傅府，你们都下去歇歇吧，我也困了。是，小姐。顾念眼瞅着他们退出房间，关上了门，就赶紧进入研究室，准备昭华郡主需要的药水和药膏。他有一个神奇的发现，研究室里的任何东西都是无限补充的，这让他着实兴奋了一把。处理好药膏，他感觉又困又累，刚出来走到床榻边准备睡觉，就听见窗户被撬的声音。什么情况？半夜入室，难道是采花贼？顾念手中的白色粉末对着他随手一扬，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本姑娘最近刚研究出来的麻醉散，吸入一点就能全身麻痹，你是第一个用到的，是不是很荣幸？哼，确实很荣幸，只是你听没听说过有种武功叫闭气啊？你没事？尹宁眉梢上挑，银色的面具泛着冷光展现在顾念的面前。顾念本以为那次之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谁知道这货如此执着，竟然找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走错房间了。哼，你应该认识我吧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是吗？婉儿。发簪，我的发簪好贵重的嘞，把我的发簪还给我。哼，你终于承认了，无耻贱人。你禽兽不如，少在我面前装贞洁烈男，当时不是挺享受的吗？再说了，你委屈，我比你还委屈呢，我这身体可还是个雏呢，要不是中了那种不要脸的药，哪能便宜了你啊？你真是在找死。谁知下一秒，一只有力的大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一个姑娘家被人算计失了贞洁，这是何等的大事啊！我整日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，你还过来揭我的伤疤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你就不怕你儿子听见？你莫要胡说，我哪来的儿子？虽然还只是一个瘦小的豆芽菜，但也是一个小生命，不是？听得尹宁嘴角又是猛地一抽，仿佛面前是什么脏东西似的，把放在他脖子上的手利索地缩了回来。哼，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真是满口谎言，这才几日就知道肚子里有个儿子了，你还不配有本，不配有我的儿子。哎呀，彼此也并非我所愿，就在刚刚，瘦小豆芽菜伸了个懒腰，腰折了。不行了，被气得脸颊发烫，头晕脑胀了，看都没再看他一眼，转头就飞出了房间。咦，就这么走了？哼，真没礼貌。哎，我的发簪还没还我呢。不过他说飞就飞的样子真让人羡慕，好像武功很好啊。哎，心好累。顾念自言自语一阵，打了个哈欠就去睡觉了。刚回到府中的尹宁就遇到了青羽。主子，
您的脸色怎么这么红啊？青羽，罚俸1个月。我说什么了？清风一把捂住了青羽还在小声嘀咕的嘴，退出了房间。你又找死了，不是让你在主子面前少说话多做事吗？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主子自从那次从破庙回来就特别反常啊？房间里的尹宁心情烦躁，每次遇到那个女人都情绪起伏，无故烦躁，今日竟然落荒而逃，真是该死。早晨起来的顾念精神焕发，用完早膳就匆匆去帮助昭华郡主换药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赶快给本郡主看看伤疤怎么样了？郡主，今日的伤疤已经好了很多，边缘的地方也开始结痂，我把药膏涂抹上，会有一点冰凉和疼痛的感觉，这都是正常现象，郡主不用担心，明日就能全部结痂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用祛疤的药膏。你真的能把疤痕去掉？一点都没有？郡主，你应该知道用人不疑这句话吧？再说了，郡主长得美若天仙，我竭尽所能，定不能让郡主留下疤痕。好，本郡主信你。你除了信我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顾念每次给郡主治疗的样子都极为认真，和平时说话时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他以银针刺入穴位，加速伤口愈合，最后再涂上特制的药膏。手腕包扎好了。哦，还是要注意洗澡的时候不能碰水，注意休息，熬过去这几天就好啦。郡主加油！加油！这样的打气方式我很喜欢。你以后也不要叫我郡主了，莫得把关系叫身份了，直接叫我昭华。顾念从中亲王府出来，坐在马车上开始琢磨研究毒药，想法还没有结束，就听见咻的一声划破长空。我的妈呀！他刚刚和死神擦肩而过，一个蒙面黑衣人提着长剑缓缓地走近，突然一只粗壮的大手抓住了布帘，掀开的那一刻，他对着黑衣人的脸撒出了手中的药粉，也不管那人中没中麻药，只顾着跳下马车飞奔，这是他唯一的逃命机会。妈的！顾念不敢扭头去看，只顾着一口气地往前跑，这样可不行啊，体力不支，最后还是有被追上的危险。跑到一个隐蔽的路口，看见一辆孤零零的马车停在那里，他想也不想就钻了进去。哎呀妈呀，光天化日就杀人，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好想回到和平时代。哎呀妈呀，光天化日就杀人，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好想回到和平时代。看了看身边放着的银色面具，正想要悄悄地拿起来戴上，就看到对面的女人转过脸来，两人四目相对。你以为马车里没有人，转过身后对上一双带着隐忍恨意的眼睛，着实吓了他一跳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声不吭的在背后偷窥一个女子，是可耻的行为。他默默地把深色的银色面具藏到身后，此刻不能暴露身份，哪个身份都不能暴露。怪不得一声不吭，原来是个哑巴呀。你也是个苦命人，本小姐就原谅你了。长得这么好看，真是可惜。尹宁被他的话气得嘴角狠狠地抽了抽。太子殿下，那两个人就是往这个方向跑的。给我仔细的搜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清风和青羽看着追来的人，他们必须把人引走，否则主子多年的隐忍就白费了。太子殿下，他们在那边，赶紧去追啊！一定要把人抓到。给对面张嘴想要说话的顾念做了一个虚的动作，又指了指外面。马车的外面，太子阴狠的目光定在了隐蔽路口的马车上，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。太子阴狠的目光定在了隐蔽路口的马车上，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过去。突然，他阴狠的一笑，拔出长剑，一把将车门挑开。出乎意料的，里面的画面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，而是一幕香艳的活春宫。太子气得冷哼一声离开，走得极为干脆。你竟敢占姑奶奶的便宜！你擅闯我的马车，打搅了我的清静，还顺便救了你一命。你说我收个利息，不算过分吧？还能这么算的？
不过救了他一命倒是真的。算了，就当被狗咬了。顾念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跳下马车，这才想起来，原来他不是哑巴。你真狗！此时的马车里，尹宁脸上没有一点生气之色，还隐隐地透着高兴，犹如终于找回场子的胜利感，确定没有人跟着的清风轻雨回来了。主子，那人确实是太子殿下的人，里面说了什么，属下还没有听清楚就暴露了，请主子责罚。猜出来了，从太子追杀你们的决心可以看出来，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既然已经打草惊蛇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啊，是主子。不过顾大小姐见到了主子真实的身体情况，虽然现在还不认识您，以后见到肯定会露馅的。这反正嫁过来不出3日也要死，这不如早些啊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这不如早些啊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不用，太傅2个女儿，难道都杀了不成啊？本王装病调查3年，也没查出背后指使，看来是该露面了。让他们有所警觉，才能露出马脚。顾念会医术，又是冲喜嫁过来，这不是很好的付出借口吗？哼，至于把柄嘛，相互握着对方把柄，才能更好的成为一条船上的人，不是吗？互相？你有顾大小姐什么把柄啊？婚前失真。青雨这才恍然大悟，咦，主子真狗，顾大小姐骂得真不错。今日的刺杀给顾念带来的冲击力有点大，他要加快研究毒药的速度。这么久了，小姐怎么还没醒？不知道，再等等。若是小姐还不醒，就得进去叫醒小姐。今日老爷吩咐要去前厅用晚膳的，可不能迟了。空间内的顾念研究了好几种毒药，心里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沾沾自喜，收拾好了转身出了空间。哎，小姐，你醒了。老爷吩咐要去前厅用晚膳，时辰已经到了，咱们得赶紧收拾一下。不用收拾，自己家人有什么可收拾的，自然才是最好的。带着丫鬟到膳厅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抬头看过来。一家人都在等你，像什么样子？懂不懂规矩？孩子的性子哪有一样的？有仙儿这样乖巧的，也有叛逆的。老爷不要和孩子生气，气坏了身子。坐在那里的顾念眼神灼灼地盯着季氏头上的首饰耳坠。听说你给昭华郡主治伤了？是啊。你哪里会医术？若是惹出麻烦，为父没办法给你兜着。父亲这话说的容易让人误会啊，好像以前护着过女儿似的。你气得他火冒三丈，想起圣旨的事情，又不得不压下心中的怒火。事已至此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再说说你成亲的事儿。打住！什么叫我成亲的事情？你什么时候给我定下的婚事？他娘的真被老娘猜中了！这2个老货一直都在打老娘的主意。圣旨已经下了，岂有更改的机会？念儿，宁王可是皇上很喜欢的皇子，虽然有些体弱，你嫁过去也是宁王正妃，身份地位水涨船高，父亲也是为你好。体弱？相传都快进棺材了，这老货还说是体弱，为了把自己往火坑里推，真是不遗余力呀。你嫁过去也是宁王正妃，身份地位水涨船高，父亲也是为你好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啊！姑江看着他的表情，心中一喜。唉，女儿没这个命，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清楚的。女儿资质平平，哪里配得上宁王这样高高在上的人物？只有二妹这样温柔体贴又多才多艺的女子，才和宁王是天生一对呀。你是大姐，自古都是以长为尊，你的婚事之后才能是仙儿。可别，以前怎么对女儿，如今照旧就可，突然的主动示好，女儿承受不起。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为父的话你无需反驳，安分待嫁吧。冷着脸命令完事情就甩袖离开了。回到仙月阁的顾仙儿听说顾念在路上遭到了刺杀。谁这么得力，竟找人刺杀？讨厌他的人还真是不少，可惜啊，让他活着回来了。是啊，小姐，大小姐的性子惹得很多人不喜，
遇到不测再正常不过。二小姐这样温柔娴雅的性子才是最讨喜的。小姐，三小姐来了，让她进来。小姐，三小姐来了，让她进来。二姐，妹妹今日得了一盆花，听说名字叫紫菱鸢，还是稀有的品种。妹妹对花草没有研究，恐养坏了如此好的花，想着姐姐娴静温柔，应该喜欢，还是送到姐姐这儿来比较妥当。放那里吧，妹妹真是客气了。咱们姐妹之间就应该关系密切，相互扶持。姐姐说的是，妹妹一定与姐姐多加亲近，常来常往。哦，对了，听说这紫菱鸢有静心凝神的功效，对睡眠效果很好。但是千万不能和驱虫的香料放在一起，否则会产生毒性，一旦中毒会全身发痒，引起红疹，最后溃烂，挺吓人的。姐姐要注意避开些，只利用它的优点就好。顾仙儿越听越觉得这是个好东西，正愁着怎么整治顾念呢，打瞌睡就有人递枕头了。顾灵眼角余光悄悄观察着对方的变化，希望没有白费功夫。今日的刺杀也没有成功，他开始有些坐不住了。大姐嫁入宁王府，二姐也会被父亲安排嫁给太子，到时候自己的婚事被夫人拿捏，就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小翠，安排你哥哥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？小姐放心，早就安排好了。好，咱们先逛逛园子，稍后再去看大姐。刚从膳厅出来的顾念带着丫鬟往自己的院子走，突然一个身影闪过，对丫鬟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就脚步加快跟了上去。顾念远远地看着那个黑衣人的身影，怎么都觉得无比的熟悉。原来杀手是顾仙儿的人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看错了，回吧。回到念熙院里，顾念定定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你们说逃跑和假死哪种逃婚方法比较好？小姐，您在说什么呢？那可是圣旨啊，岂能由你说逃跑就逃跑的？圣旨怎么了？家里不是还有一位嫡女吗？我跑了让她嫁呀。等顾仙儿成功嫁入宁王府，我再回来就是了。小姐，这么大的事情让您说出来跟出去玩似的，太冒险了，不妥不妥。确实不妥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我跑了的话，母亲不是也得跟着受连累？万一真的惹怒了龙颜，我和母亲都在9族之内呢。哎呀，我还得再想想。两个丫鬟对视一眼，都摇摇头，感到无语。小姐最近的变化太大了，一时有些不好消化。逛园子的顾灵站在一处暗影处，听着黑衣人的回报。三小姐，一切办妥。好，你做得很好，以后还会用得着你，等着就是。当然，好处也是少不了的。黑衣人正是小翠的亲哥哥大山。大山掂了掂手中沉甸甸的钱袋子，心中一喜，谢过之后告辞离开。大小姐，三小姐来了，快请进来。大姐姐晚膳时和父亲有些不愉快，妹妹就想着过来给姐姐解闷，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姐姐。妹妹不必担心，姐姐没事儿，不就是成亲嘛，年纪到了都要走这么一遭的。姐姐答应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答应还能怎么办呢？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不管答不答应，都不能活着嫁入宁王府。姐姐别难过，妹妹绣了个香囊送给姐姐，还望姐姐不要嫌弃。天气炎热，蚊虫多，里面放些驱虫的药草最合适了。多谢三妹，我一定好好收着。天色不早了，妹妹不打扰姐姐歇息，改日再来看姐姐。顾灵的目的达成，便也没有多做，告辞离开了念熙院。顾念拿着香囊闻了闻，里面确实是驱虫的草药，并没有其他的成分。二小姐来了。顾念无语的在心中呵呵两声，一个接着一个的，怎么都这么多心思呢？请进来吧。大姐，你看妹妹给你送什么来了？这个紫菱鸢是稀罕品种，瞧瞧这花开得多讨喜。多谢二妹妹，这花很是漂亮。姐姐喜欢就好。寒暄了几句话，就赶紧告辞离开。真有意思，你的计划我好像已经知道了呀。
还是要陪着你把这出戏演完啊。玲珑，花盆上有驱虫药，快把花搬到院子里无人的角落吧。大小姐，能驱虫不是很好吗？这么好看的花搬到院子里去，多可惜。这花没有问题，驱虫草药也没有问题。问题是，此花和驱虫草药相互反应，就会散发毒性。奴婢赶紧搬出去扔了。不要扔，我还有用呢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想到明日的大戏，心情甚好。大夫人安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您说的，我来请个安都被人怀疑。既然被您看出来了，那我就直接说了吧。昨日新得了一盆紫菱鸢，很是名贵，希望大夫人喜欢。送花不是最重要的，请夫人帮忙才是最重要的。想让我帮什么忙？我的婚事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不想嫁入宁王府，您帮忙向父亲说些好话，别让我嫁过去了呗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你觉得我会去说？我还专门给您送花贿赂您，想让您跟父亲说说，让他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让我和妹妹都不用嫁给宁王呢。没想到您不肯帮忙。那算了吧，我还是把花拿走吧。我试试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是你父亲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只能试试。好，只要能试试就行。那我回去等你的好消息。顾念说完，心情愉悦的告辞，不经意的转身时，香囊掉在了地上。本来以为那个丫头变得聪明刁钻了，没想到也有缺心眼的时候，竟然让我去帮忙。是啊，老奴都怀疑他是不是因为婚事刺激的脑子不灵光了呢。夫人，这香囊怎么处置？你随便找个地方放起来吧，那丫头的贴身之物总有用得着的时候。是，夫人。到了忠亲王府，郡主的丫鬟已经在大门外翘首以盼了。大小姐，您可算来了。郡主从吃完早膳就开始念叨您呢。郡主每天都如此着急，恨不得一睁开眼我就飞过来。赶紧把人带到郡主的房间。念姐姐，你可算来了。再不来，等得我头发都快白了。你可真夸张，我可不想看到白发苍苍的郡主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越来越觉得咱们两个性格相投，相见恨晚。要不你就住在这儿得了，省得天天来回跑，多麻烦啊！这样我们还可以把酒言欢，岂不乐哉？还把酒言欢呢？你想得美！伤没好之前不许喝。说到不能喝酒时，对方眼里的光瞬间消失。等你好了，我陪你喝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咱们两个上辈子肯定是姐妹。伤疤痕迹已经淡了很多，再有个2-3日就能完全消除了。听说昨日被刺杀的消息，当即就拽着顾念的胳膊不让走了。我又不是天天被刺杀，哪里用得着住在这里？放心吧，这次刺杀没成功，短期内也不会再出现的。好吧，我哥哥应该快回来了，让他送你回去吧，否则我不放心。可别，您是觉得我的名声太好了嘛？我可不想找麻烦。你干脆做我嫂子吧，我哥哥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干脆做我嫂子吧，我哥哥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打住，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。念姐姐，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都是真心的。我哥哥长得可好看了。你还说？看你还说不说？念姐姐饶命！饶命！顾念一转头，就看到了一个风光霁月的男子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！念姐姐，这就是我的哥哥程毅。哥哥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念姐姐，不仅医术好，性格也好，和我很是投缘。你们这里的男人都长得这么帅吗？念姐姐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刚才的话声音虽小，但还是被路过的尹宁听得一清二楚。习武之人耳聪目明。水性杨花，这个讨厌的家伙，他骂谁呢？你才水性杨花，你猪狗不如。多谢顾大小姐医治小妹的腿，在下感激不尽。顾大小姐认识刚才的人？
不认识，本小姐可不认识猪狗不如的畜生。这相传只有阎王阁的阁主戴着一张银色面具，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。阎王阁不仅接单杀人，阁主还是个救济百姓的隐居侠士。我去，顾念呐顾念，你可真能耐呀！穿越来的第一天就强了这样的人物。刺杀我的黑衣人不会是顾仙儿买通阎王阁的人吧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那啥，我这就回去了，请主好好休息。顾念说完就上了自己家的马车，这犹如闪电的速度惊得在场的人不知所以。哥哥，念姐姐是不是被你吓着了？有吗？这个顾大小姐还真是与以往见到的贵女不同，着实是有趣。她难道比我好看？这个该死的女人总是能轻易激起我的怒火。我不是因为她生气，是因为阎王阁的事情生气，和那该死的女人无关。此去正是准备永绝后患，灭了他傀儡殿的势力。跃上柳梢头，召集起阎王阁的势力，直奔傀儡殿老巢。你中了我的毒，会慢慢失去意识，毒发身亡。就算我死，也拉着你一起。放心吧，你临死前的心愿怕是达不成了。董顺眼神一暗，对着尹宁飞速而来。尹宁赶紧挥起长剑，做出抵挡的动作。一息之间，董顺犹如老鼠钻洞一样的没了踪影。急火攻心，令他的毒素急速扩散，眼前景物一片混沌。太傅府，他此时只一直在琢磨怎么和面具男能缓和关系呢？毕竟小命要紧呢。扑通一声，一个身上带血的男人从窗外掉了进来。这人说来就来，如此不经念叨。他蹲在对方身前，抬起男人的胳膊把了把脉。又中毒了，身上看着吓人，都是些皮外伤，用上我特制的药膏很快就能恢复。就是这个毒有点阴险。若是我不救他，这人就活不过明天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少了个讨厌鬼，就不用担心他来杀我了。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不行不行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，就要适应这个看不惯谁就要干掉谁的时代。况且也不是我弄死的呀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不行啊！医者仁心，顾念，你不能没有良心。心里的两个小人打得两败俱伤，最后还是正义的一方获胜。随即顾念拿出了解毒丹，放进尹宁的嘴里，然后解开了他的衣服，先消毒，再把药膏用棉棒一点一点的涂抹上。这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这紧致的8块腹肌，这简直是超级男模的身材。这面具下是一张怎样的面容呢？放肆！刚无力地睁开眼，就看到眼前的女人对自己的面具伸出魔爪，感觉身前有一丝凉意，看到自己衣衫大敞，上半身暴露无遗。你这个女人，你依旧如此。依旧如此不知羞耻，水性杨花的话还没有说出来，就看见他手中拿着一个小小的瓶状的东西。哎呀，好像误会他了。我怎么了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得懂得感恩。再说了，你身上有哪里是我没见过的？请救命恩人擦一擦嘴角的口水。顾念赶紧伸手摸向嘴角，这动作逗得尹宁心情愉悦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既然有精力骗人，看来你已经没事了，身体里的毒也毒不死你这样的千年祸害。这千年的祸害还不是被你给祸害了？你帮我解毒，我答应办这件事，作为交换如何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还得加一个条件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我帮你解毒之后，咱俩之前的误会就一笔勾销，误会解开以后就不要杀我了，意思你可明白？女子失贞这样的大事儿，在他眼中竟然都是误会。好，
你体内的毒有点麻烦，需要每天针灸配合泡药浴，连续3天毒素才可以完全清除。今日只用了解毒丹压制了你体内的毒性，从明天开始每晚过来解毒。好啦，你现在可以离开啦。叶宁此时还没有从怒火中缓过来，只冷哼了一声，便飞身出了窗子。什么人啊，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想起刚才的交易，他松了口气，算了，本姑娘大度，不和他计较。清晨的阳光一片柔和，一声恐怖的惊叫声打破了太傅府的宁静。成了。是啊，小姐，终于没有白费小姐的一番辛苦。快去请大夫！是夫人，老奴这就安排人。只见大夫来了一个又一个，都是摇着头离开的。夫人，大小姐来给您请安了。不见，这个小贱人没安好心，从不见她主动来给本夫人请安，这2日倒是出奇的勤快，我看就是她搞的鬼。他想起了顾聂送来的花，既是有些不确定了，当时明明已经检查过，没有发现异常才留下的呀。夫人可不能这么说，念儿好不容易想起来尽一次孝心，还被你说成了不安好心，那念儿以后都不来请安了，到时候夫人可不要怨怼。他眼神定定地看着季氏的脸，好像突然发现新大陆似的。夫人，您这脸是怎么了？看着好恶心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顾聂说完转身跑了出去。他竟然敢！快去找老爷，让他去请御医。本夫人不相信就没有大夫能医治。顾江下朝后，听说他的病情，匆匆地赶来。夫人，你的脸怎么？我去请御医。他什么意思？嬷嬷，你说老爷是不是开始厌弃我了？哎呀，夫人放宽心，老爷是着急找御医才慌忙离开的。给我把花盆扔出去，越远越好，不要让我看见他。是夫人，老奴马上搬走。瞎子、瘸子、病秧子，只要不死都可以替嫁，这样才能和宁王氏天生一对。顾江刚走到二门口，就遇到了令他不喜的大女儿。父亲，夫人昨儿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晚上就成这样了呢？晚上是去干什么了呀？从哪里传染的？我晨起去请安的时候，看着怎么像是花柳病呢？真吓人！哎呀，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成何体统？父亲没被传染吧？胡说什么？我昨在……突然就想到，犯不着和一个孩子解释。为父没有。父亲康健女儿就放心了，最近还是离夫人远点吧。花柳病是传染人的，父亲还是问清楚昨夜夫人到底去了哪里，要不然父亲的头上可就是一片绿了。除非父亲不怕绿。吓唬完顾江就跑，也不管身后的人是个什么表情。约莫一炷香的功夫，御医随着顾江的脚步进了季氏的院子。李御医，你一定能医治好我的，对吧？夫人，您的心情老臣理解，得等把脉之后才能知道是什么情况。用丝帕盖住手腕，速速诊脉后就退出了房间。顾大人，夫人这不是病，是中毒啊。不过解药的药材有一样比较稀有，老臣暂时没有解药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李御医，您再仔细看看，您都无法医治，那就真的没希望了。顾大人不是有个医术厉害的女儿吗？都能去掉昭华郡主的疤痕呢。这要不您让她试试。李御医说完就告辞离开了太傅府。顾江想起大女儿就心中不屑，她哪里有如此能耐？老爷，你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今日就变成这样了？夫人去过哪里？可接触过什么东西？老爷，前日念儿来给妾身送了一盆花，肯定是花有问题。顾江按照季氏所说，让府医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结果是紫菱渊能静心凝神，并无不妥之处。夫人可还有什么遗漏之处没说？
即使对上顾江灼灼的眼神有些心虚。老爷，妾身昨夜去了二夫人的院子，你也知道我只是一个庶女，司库里的东西并不多，念儿马上就要成亲了，肯定会带走二夫人的陪嫁，我想给仙儿留点东西。不经过自己的同意就拿走库房里的东西，一件两件就算了，胃口变得越来越大，这就让他很是不喜了。仙儿是要嫁给太子的，陪嫁肯定不能失了太傅府的颜面，所以就去了二夫人的库房里拿了一些。难道是二夫人的陪嫁有毒？胡说，若是有毒，你早就中毒了。妾身除了那些也没接触别的东西了。顾江眼神转了转，沉思片刻，便让人送大夫过去检查刘慧的库房。顾念以前胆小懦弱，从不敢反驳，如今变得胆大包天，伶牙俐齿，真的在刘慧的陪嫁上做了手脚，那也不一定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呀！出了什么事了？如此慌张？老爷，库房空了。什么是库房空了？把话说清楚。老爷，奴才去的时候，库房确实是空的，干干净净，空无一物啊！真没想到，夫人竟然这么大的野心，哪里有毒？连东西都没有了，还怎么查？贼喊捉贼，别以为固本柔弱，我就会既往不咎。管家，迅速派人去查。是，老爷。老爷，不是妾身，真的不是妾身拿走的，请老爷明察。办公库房是要很大动静才能做到的，妾身哪有那么大的能耐？请老爷一定要相信妾身啊！去传大小姐过来。是，老爷。听到老爷的命令，管家匆匆离去。大小姐，老爷说让您去海棠院呢。大小姐，看管家的模样不像好事，您要小心点儿。没事儿，本小姐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她不来才令我失望呢。放心吧。顾念在琥珀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就带着玲珑走向海棠院。父亲找我？你去整理你母亲的陪嫁了？没有啊，我母亲的陪嫁怎么了？你这个小贱人，害我中毒，又把刘氏的陪嫁搬走来陷害我，小小年纪怎能如此恶毒？你说什么？我母亲的陪嫁丢了？父亲，母亲不在府中，陪嫁却不翼而飞，她得多伤心啊！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家里遭贼了吗？为父还没有查清楚，先不要告诉你母亲，平白让她担心。还是父亲想得周到，但是母亲的陪嫁都是极为贵重的东西，要尽快找到才行。父亲，贼人敢进太傅府偷东西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还是报官比较妥当。不行，不行。季氏虽然没有搬走库房里的东西，但是他房里的东西确实有刘氏的陪嫁。老爷，不好了！老爷，我好得很。不是啊，老爷，京兆府尹李大人来了。李大人跟随琥珀的脚步进了院子，正往这边走来。哦，女儿过来的时候，听说家里出了大事，心里害怕，就吩咐人去找了李大人。父亲不要怪罪念儿，念儿也是为了咱们府上着想。顾江被这个不省心的女儿气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李大人，府上遭贼，把我母亲的陪嫁偷了个干净，把父亲给气得眼睛都出了毛病，小女心疼不已。李大人，您一直公正严明，破案神速，还望李大人帮小女找回丢失之物。顾念说完，又回到父亲身边劝慰。父亲千万别气坏了身子，李大人一定会抓到贼人，找到丢失之物的。有劳李大人前来，只怪本官日下不严，让奴才钻了空子，偷走了二夫人的陪嫁，只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本官自己惩罚府上的奴才便可。我夫人中了毒，为今之计，还是先把下毒之人找到才是关键。这对父女着实是奇怪，既然是家丑不可外扬，那中毒之事就光耀门楣了。顾大人莫要忧心啊，本官一定会尽心办案。顾念瞧着渣爹的行径，心中冷笑，他就知道老头子会选择调查夫人中毒的事情，
母亲的陪嫁已经被他暗中收入了空间，两权相害取其轻。季氏一口咬定是紫陵渊那盆花有毒。李大人听到季氏的话，立刻就找来了大夫，最后的结果依旧是无毒。有多年断案经验的李大人用手指抹了一下，指腹上顿时一片浅棕色。瓦盘上喷洒过驱虫的药草，经过挥发已经没有气味了，只有草药的粉末残留。此花确实是稀有的品种，但是它的香气不能和驱虫草药混在一起，否则会有毒素散发。症状正是夫人和嬷嬷的症状。老爷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念儿这孩子一直对妾身心存怨怼，没想到竟然不惜明示要加害于我。顾念，哎呀，父亲千万别生二妹的气，您看您气的眼睛又出了毛病。女儿这就去把二妹叫过来向您解释，也许二妹不是故意的呢。你在说什么？这花明明是你送的，还敢污蔑给仙儿，看来今日为父不惩罚你，你就无心悔改。可是这花是二妹送给女儿的呀，女儿看着难得才送给夫人。难道二妹妹是要毒害我吗？你胡说！仙儿心善，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怎么会毒害你？分明就是你找的借口。父亲夫人，二妹是顾家的女儿，我就不是吗？你们非得把事情赖到我身上才肯罢休？这个小贱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？父亲母亲，出什么事了？母亲，你的脸……夫人中毒了，我看着二妹送来的紫陵渊很是难得，就送给了夫人，谁知会是如今的样子。顾念学着顾仙儿白莲花的样子学了个10乘10，当日府里的小厮丫鬟都看着呢，容不得任何人狡辩。二妹，你把带毒的花送给姐姐是何意啊？姐姐，妹妹不知道花有毒啊，父亲母亲一定要相信女儿啊！花是三妹送给我的，我一片好心才送给姐姐，怎知好心办了坏事。顾江气得眼冒金星，一盆花在府中转了一大圈，竟然3个女儿都有参与其中，这是要气死她的节奏啊！父亲母亲，女儿听说府中出了事，就赶紧过来看看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竟不知三妹如此狠毒，竟然在花上做手脚，害得母亲中毒，大姐也误会于我。顾灵低着头，一副怯懦的样子。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把这个罪名推出去。他和顾仙儿现在有着共同的目的，那就是把顾念先解决掉。三妹胆小懦弱，怎么可能下毒害我呢？哦，对了，三妹前日还送了我一个香囊呢，我一直用的都很好。哦，对了，三妹前日还送了我一个香囊呢，我一直用的都很好。有什么想法最好给我收起来，否则把香囊拿出来你也逃不掉。二姐，紫陵渊确实是妹妹送给你的，可我也是一片好心啊，当时我就告诉二姐不能和驱虫的草药放在一起的，可是你为什么故意这么做？难道真的要害大姐不成？你这个该死的小贱人，竟敢污蔑你二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母亲，女儿说的句句属实呀。顾大人，中毒所在，下官已经找到，还是把凶手交给本官，带回京兆尹吧。李大人，府上几个女儿关系一直很好，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小女儿家之间，玩笑当不得真，今日麻烦李大人了。李刚虽然正直，却也懂得人心。既然人家不需要帮忙，他才懒得多管闲事呢。没有做任何停留，就匆匆的离开了。庶妹害嫡姐，嫡姐害嫡母，成何体统？既然人家不需要帮忙，他才懒得多管闲事呢。没有做任何停留，就匆匆的离开了。庶妹害嫡姐，嫡姐害嫡母，成何体统？名称都还要不要了？都给我闭门思过去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来！父亲这话是何意？这么明显的包庇凶手啊！哼，为何要惩罚无辜之人？女儿无罪，恕不能从命。再说，郡主还等我每天给她医治呢，耽误了治疗，父亲兜得住吗？还有，父亲大人要尽快找回母亲丢失的陪嫁，否则母亲知道了是会伤心的。人在伤心的时候最容易照顾不周，比如府上用度。说完，也不管众人是什么表情，转身就离开。
孽女！老爷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赶紧把刘氏的陪嫁还回去，否则那丫头再把京兆府尹找来，本官可兜不住。随后又看了看顾仙儿，冷哼一声，甩袖离开。顾念正在回念西院的小路上，借着风向给祭师院子里撒了一些强烈迷药，只要闻到就会使人进入梦乡。几秒钟后，他推开门，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。他瞥了一眼睡得像死猪一样的祭师，就赶紧找东西。贵重的首饰、宝石、硕大的东珠和夜明珠，还有私藏的银票。喂不熟的白眼狼贪摸了这么多东西，他愤恨地一挥手，收走了全部的东西。最后在暗格的小匣子里找到了账本。顾念毫不犹豫地把账本一并收回空间，换了一本别的书放进去，狡黠一笑离开了。顾念带着一脸可惜的表情，轻轻推开了自己的房门。人吓人，吓死人，知不知道？做贼心虚才会害怕呢。可不是做贼去了吗？琥珀，烧好的洗澡水提进来。好的，小姐。热水蒸腾，慢慢的把房间熏得雾气弥漫。脱衣服吧。全脱光啊？不然呢？等我替你更衣呀。不用了。怎么了？恋人在我眼里不分男女，无论是谁都如同大白菜一般无二。哼，收起你不正的心术，好好配合。你这个女人总是能把无理说成一本正经，她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，便不打算再理顾念。这个女人总是能把无理说成一本正经，她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，便不打算再理顾念。见顾念还在准备东西，尹宁赶紧脱掉衣服跳进浴桶。尹宁很少留意女子的容貌，此刻她正看着面前少女独有的钟灵秀丽。你不相信我的医术，还是不相信你自己看人的眼光？不是。房间内两人开始沉默不语，各怀心思。时间到了，今日驱毒很好，已经驱除了体内大半的毒素，效果超过了预期。估计明日一次就可以完全解毒。好。慢走不送。尹宁一时无语，转身飞出了窗外。第二天，祭室房间内又是一片狼藉。哎呦，夫人，府上莫不是真的进了贼人？要不报官吧？不能报官，这些东西都是见不得光的，如何报官？那人料定了我会吃个哑巴亏。他被气得心悸发作，卧床不起。府医匆匆赶来，诊脉后写出药方，并交代医嘱。夫人心思郁结，还请夫人放宽心，才能尽快痊愈呀。今日是顾念治疗郡主伤口的最后期限，他一大早就出了府门。郡主的伤口昨日就已经大好，今日还是有很多人以看望郡主为借口来看热闹。顾大小姐，您终于到了，大家很关心郡主的伤啊，这想来顾大小姐不会介意的吧？不介意。这么多人的眼睛盯着，他能说介意吗？念姐姐，这些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不知道稍后看到奇迹出现的时候，会不会惊掉下巴？顾念配合着郡主的表情笑了笑，想起昨日郡主看到自己光滑柔嫩的手腕，惊愕地张着嘴，可不就是惊掉下巴的样子吗？刚站在人群中，只见郡主就开始有些不舒服的样子。顾念赶紧拆开郡主的纱布查看，已经完好的伤口出现了大片的红疹，让人触目惊心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从来没听说过顾大小姐会医术，怎么可能突然就会了？她就是为了接近郡主才故意为之的吧？哼，真不要脸。郡主有对什么过敏吗？我从小对杏仁过敏，所以府上从来不会出现杏仁。正心中焦灼之际，郡主的身体更加严重了，全身发痒，连身上也开始出现红疹了。顾念赶紧让郡主平躺，又对围在周围的众人说道：麻烦大家散开一些，让空气更好的流通。你把郡主害成这样子，怎么还有脸在这指手画脚？是啊，你又不懂医术，在这瞎指挥什么呀？还是赶紧找大夫吧！
本来想站出来帮顾念说话的李玉仪，她也相信顾念能医治好郡主，依然稳稳地隐没在人群之中。郡主已经很严重，如果郡主出现什么事情，我一力承担。若是大家不配合，出了什么事情，大家来承担，可行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纷纷让出了包围圈。顾念顾不上众人态度的变化，赶紧从袖袋里拿出空间里放着的抗过敏的药水，为郡主喝下。啊，郡主这么快就恢复如初，太神奇了。是啊，原来顾大小姐真的会医术啊。那也不能躲过这次伤害郡主的事实。是啊，郡主差点窒息，这是事实。顾念无意中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，那颗突兀的黑痣真是让人难忘。程毅提着一个嬷嬷的衣领，随手将其扔在了众人面前。刚才路过大厨房，见这个嬷嬷鬼鬼祟祟，就抓着她审问了一番，都是这个嬷嬷在早晨吃的点心中加入杏仁粉和其他果子掺和在一起，掩盖住了杏仁的味道。世子饶命，老奴不知道郡主对杏仁过敏的事情，请世子饶恕老奴这一次吧。世子饶命，老奴不知道郡主对杏仁过敏的事情，请世子饶恕老奴这一次吧。哼，你在府上做事已经5年之久，郡主对杏仁过敏并不是隐秘的事情，你觉得这个借口合适吗？你不是赵姨娘身边的嬷嬷吗？我们有仇还是有怨？为什么要害我？正在关键时刻，赵姨娘扭着腰身款款而来。郡主对本姨娘不满，也不能拿我身边的嬷嬷撒气呀。哼，赵姨娘说话真有意思。这个刁奴明知道郡主对杏仁过敏，竟然蓄意谋害郡主，正好被我发现，证据确凿，不容狡辩。赵姨娘如此维护这个刁奴，难道是赵姨娘的指使？清者自清，世子手中的证据也不会污蔑好人。哼，难道要把锦囊交到京兆府的手上，才能让真凶吐露真言？赵姨娘脸色巨变，嬷嬷真是不中用了，怎么能留下把柄呢？你这个刁奴，怎么能私自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？幸好郡主没事，若是郡主出了什么意外，我怎么向老爷夫人交代？世子，都怪姨娘管教下人不严，让这个刁奴一时糊涂做错了事。既然是我院子里的人，还是我带回去严加管教吧，一定为郡主出气。既然是我院子里的人，还是我带回去严加管教吧，一定为郡主出气。哼，不用劳烦赵姨娘了，这刁奴差点害死昭华，本世子岂能轻易放过？说着，程毅用力地挥出身上的匕首，对着地上嬷嬷的脖颈就划了过去。你怎么能杀了他？哼，一个刁奴而已，把人抬下去，不要扰了大家的兴致。你们几个把赵姨娘送回去，父亲回府后，本世子会如实禀告。我自己会走，不劳烦世子。嬷嬷在身边伺候很长时间了，如今一死，犹如砍掉了他的左膀右臂。若是等忠亲王知道了，还不知道要如何惩罚他。府上的事情让大家见笑了，也让顾大小姐受惊了。本世子很感谢顾大小姐救了昭华一命，也是大小姐医术了得，才让她的伤疤恢复如初。顾大小姐以后就是我们忠亲王府的恩人。世子言重了，我和郡主一见如故，理应如此啊！也感谢世子为我澄清。事情平息，热闹看完，众人心服口服。回去的路上，玲珑愤愤不平：大小姐，赵姨娘实在是太可恨了，竟然借刀杀人，想把事情赖到大小姐身上。还好世子找到证据，戳穿了她的真面目。看把你气的，小脸都皱到一起了。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没事是因为大小姐好人有好报，不代表咱们可以让人随意污蔑。顾念微微一笑，随意答应着他的话，心中有种预感，事情不可能如此巧合。突然，眼角余光看到隐蔽路口的两人，让他悠闲的心情顿时紧绷。女子给男子一个荷包，看样子很是亲密。仔细一瞧，那女子不正是顾灵身边的丫鬟吗？晚膳过后，夜幕降临。不是让你少与你哥哥接触吗？怎么又去见面，连我的话也不听了？不是的，小姐，哥哥是没有银子才传信给我，我们一母同胞，哥哥又对奴婢一直很好，
奴婢实在是不能看着哥哥受难不管呀。我们见面的地点很隐蔽的，也注意着周围的人，奴婢确定没有被发现，奴婢保证就这一次，以后一定不再私自见面了，请三小姐饶恕奴婢吧。差点给本小姐惹出大祸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若是以后再犯，绝不轻饶。是奴婢知错，多谢小姐饶恕。二姐的姐姐里肯定会有事发生，到时候你要盯紧些。好了，起来吧。是，小姐。窗外的人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向外面走来，迅速离开。娘亲，女儿也就只能偷偷的叫你一声娘亲。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女儿很想你和弟弟。女儿无能，没办法替娘亲和弟弟报仇。女儿现在恨自己弱小。顾念沿着院子的小路往前走，隐约听到哭诉的声音，也许是沉浸在伤心里无法自拔。等顾念站在他身边了，他才发现，大姐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四妹妹来得，大姐姐就来不得。不是，请大姐姐不要告诉夫人，今日是姨娘和弟弟的忌日，我实在是太想念才做出此事，求大姐姐帮帮我吧。世家贵族是不能在府上为姨娘烧纸的，会让主子觉得晦气。嘘，若不想让人发现，你就小声点。多谢大姐姐。和姨娘说会儿话，就赶紧回去吧。府中人多口杂，若是被有心人看到，又得生出事端。多谢大姐姐提醒，我这就回去。哎，记得不要留下痕迹。念西院房间里的男人等得心急如焚，顾念刚推开门，就被人从里面拽了进去。喂，你发什么疯？今日属下把中亲王府上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的都禀报给他，特别是说到程毅的表情和看顾念的眼神时，更让他心里犹如火烧一般难受。不管对方是谁，你都不能什么？最讨厌说话说一半的人。看着嫣红的小嘴一张一合，带着诱惑，情不自禁地附了上去，力度急促又霸道，好像为了证明它是属于自己的私有物，又像是在惩罚一般。一个长长的吻终于松开了，一个响亮的巴掌也随之而来。他舔了舔嘴唇，回味一下对方的甜美滋味，露出了得逞的一笑。无耻！不要以为本姑娘失身于你就任你欺辱，小心姑奶奶一包毒药让你归西。哼，是你最厉害了，请姑奶奶以后不许看任何男人，否则还会给你惩罚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喜欢我？这么直白地问出来，让尹宁微微皱眉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今日解毒之后，我们就不要见面了。我是有未婚夫的人。今日解毒之后，我们就不要见面了。我是有未婚夫的人。提起未婚夫，顾念忽然眼神一亮，兴奋道：哎，请你们阎王阁杀人要多少银子？你能不能帮忙杀掉我的未婚夫？我付你报酬。哈，自己杀自己？哎呀，算了，不为难你。哎，那帮忙杀个小人物应该可以吧？报酬照付。说完，不等对方拒绝，就跑到桌子前面，拿起自己用习惯的柳炭笔，画了一张人像。行不行的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哦，行，一定办好。成交。耽误时间太久了，赶紧解毒。顾念吩咐玲珑送水，如上次一样，房间很快就雾气袅袅。一个丫鬟环顾四周没人注意，就悄悄地从院子里溜了出去。大约一盏茶的功夫，夫人带着丫鬟婆子浩浩荡荡地来了念西院。夫人，夜深路重，您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怎么，丫鬟都敢质问当家主母了？奴婢不敢，只是刚刚小姐吩咐沐浴时不得打扰，请夫人见谅。来人，丫鬟以下犯上，给我长嘴！夫人息怒，大小姐沐浴的时候确实不喜欢有人打扰，主子的命令我们做奴婢的不得违背，请夫人饶恕。主子的命令？谁是主子？
她才是这个府上的女主子。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婢，一个两个都敢忤逆主子了。既然你们姊妹情深，那就一起受过，给我打！谁敢？我的人岂能容你们随便欺负？玲珑琥珀，给我起来！顾念见他们起身，嘴角微勾，对着李氏反问：我倒是要问问夫人，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带这么多人跑到我的院子里，非要看我沐浴是个什么道理？听说有个刺客跑向了后院，而且是聂西院的方向，本夫人甚是担心，过来看看大小姐是否安然无恙。来人，为了大小姐的安全，给我仔细的搜。这架势哪里是在找刺客，分明是在捉奸呢。本小姐的房间岂是你们说搜就能搜的？以后让本小姐怎么做人？今日有我在，谁都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。季氏阴狠地笑了笑，有气势又怎样，能抵得过他们人多势众吗？后面的奴仆开始纷纷上前，顾念一副万夫莫开的模样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个打一个。那巴掌声在寂静的夜晚甚是响亮，巴掌声在寂静的夜晚甚是响亮。给我一起上！收到眼色命令的丫鬟悄无声息地跑到顾念的身边，故作一个不稳，对着门就摔了过去。门被撞开了。太小姐饶命，奴婢想帮忙，没站稳，跌了跤，奴婢知错了。趁着这个空档，季氏带人冲进了房间。房间内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水汽，这是走了还是藏起来了？都是你们无理取闹，我的洗澡水都凉了。都检查仔细一点，别漏掉任何藏人的可能。房间内一览无余，很快就被检查了一遍。夫人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刺客就好，我也是担心你的安危，太过激动了些，让下人重新给你烧热水，可别着凉。谁允许你们离开了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当我这里是听戏的茶馆吗？哎呀，我的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丢了不少的东西。一颗夜明珠，一个镶着红宝石的步摇，一对羊脂白玉手镯，一对粉珍珠耳坠。你们这些人要么赔偿，要么搜身自证清白，夫人来选吧。哦，还要提醒夫人，你也在搜身的行列，否则难以证明你的清白。哦，还要提醒夫人，你也在搜身的行列，否则难以证明你的清白。你然后突然翻了个白眼儿，晕倒在地。他可算是知道顾仙儿的戏精劲儿是哪里学的了，原来根儿在这儿啊。夫人别忘了，你还欠着我母亲的陪嫁没还呢。哎，我这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容易找官家聊聊。看着躺在地上的人，气得眼睫颤抖，极力隐忍愤怒。把你们的主子抬走吧，别脏了我的地儿。被下人抬着走出院子，贴身的嬷嬷装模作样的叫夫人醒醒，既是很给面子的睁开了眼睛。我怎么了？哎呀，夫人您终于醒了，可把奴婢们担心坏了，赶紧把夫人放下来。季氏刚刚站定，就看到通风报信的丫鬟，脸色巨变，质问道：你怎么出来了？夫人，大小姐，奴婢赶出来了。没个眼力劲儿的，留着你何用？不情等他们走远了，这才出现在聂西院的门外。大姐姐，夫人他们走远了，您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。哎，你的东西都收拾妥当，没有留下把柄吧？咱们府上这个夫人可是个无事生非之人。谢谢大姐姐，已经收拾妥当，大姐姐没事，晴儿就放心了。早些休息，妹妹先回。好，四妹妹若是有什么难处，可以过来找大姐，大姐会尽力帮你。顾晴表情微正，这是娘亲走后第一个关心自己的人。谢谢大姐姐。说完就赶紧转身离开，他怕当着大姐姐的面自己会泣不成声。海棠院，仙儿，母亲这里的事情你听说了吧？所有东西不翼而飞了，那个小贱人还不停地威胁。先把你的私库拿出来填补吧。母亲，母亲明白你的心情，明日你的吉吉礼是我们计划的重要日子，别让小贱人在吉吉礼上惹出意外。母亲以后会想办法补给你，不会让仙儿委屈。顾仙儿来到念西院送东西的时候，顾念是被玲珑很不情愿地叫醒的。大姐，
把东西清点一下吧。会让丫鬟逐一清点的。我这个人做事一向讲诚信，数量够了就好，若是不够，我还得去烦扰夫人和二妹。啊，夜深了，大姐就不留你了。打了个哈欠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气得顾仙儿一路上都在想怎么弄死这个小贱人。吉吉里是女子很重要的日子，仙月阁的人都起得特别早。顾灵的房间里也收到了一件难忘的礼物。嘿，小姐，长机上放了一个匣子，之前没见过呢。我也没有见过，洗漱完看看就知道了。今日是二小姐的吉吉礼，难道其他房里也给分了礼物？他们才没有那个好心呢，不喝咱们的血就是好的了。匣子里放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模样就是前段时间刺杀顾念的黑衣人，也是小翠的哥哥。哥哥，顾灵脸色煞白的不敢看过去，一向懦弱的大姐何时变得如此厉害了？难道她背后有高手相助？小翠，这个事情很让人难过，从我私库里取些银子回去，好好安葬你哥哥。谢谢小姐体恤，奴婢安葬完哥哥就赶快回来伺候主子。失去小翠这个左膀右臂，消息和行动都会受限，再加上刚刚那个威胁，更让顾灵安分不少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太傅府的前院已经高朋满座。都准备妥当了吧？老爷放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那就好。太子殿下到！太子殿下到！姑过来凑个热闹，没想喧宾夺主，大家随意一些即可。太子一副温文儒雅的模样，与大家微笑着寒暄了一阵，就离开了前厅。院子一处僻静的竹林里，顾念坐在里面乘凉，忽然没看到人，只听见不远处的声音：“主子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，只是……有话直说，别吞吞吐吐。”主子，听说二小姐的性格和才情远超大小姐，为何？你懂什么？最近突然传出顾大小姐医术超绝，况且还有富可敌国的外祖家，她可比二小姐值钱多了。万事我两全，可惜商户之女，只能做个侧妃。是，还是主子考虑的周全。走吧，做事谨慎一些，不要引起怀疑。是，主子。他们是谁？某个王爷还是太子？权力之下，黔驴技穷啊！顾念轻手轻脚的离开，回了自己的院子。他不出来，那些人的戏怎么往下唱呢？哎呦，大小姐，您可回来了！老爷吩咐让您去前院参加二小姐的吉吉礼，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，估计已经开始了。开始就开始呗，凭什么让我参加顾仙儿的吉吉礼？他多大的脸？顾念悠哉过去的时候，吉吉礼已经结束了，正好开始宴席。太子眼神里灼灼的光，透着势在必得。要想成为人上人，就要先学会忍耐，保持微笑，拿出你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念姐姐，我在这边。郡主，你也来啦？我今日过来就是为了见念姐姐的，姐姐越来越好看了。可惜我哥哥和你没有缘分。哎呀，郡主说什么呢？哎，我们进入宴席吧，用完膳去我院子里聊聊。太子在没人注意的时候，对属下厉雷使了个眼色，厉雷微不可察的点了点头。太子眼神有意无意的盯着顾念和端着的那碗燕窝，见他喝掉了，才稍稍的松了口气。宴席期间，太子因为心有算计，不曾想自己的酒水也有人敢做手脚。小女的吉吉礼能迎来太子殿下，让寒舍蓬荜生辉，老臣多谢太子殿下抬举小女。小女多谢太子殿下。太子坐在高位上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以示回应。宴席接近尾声，太子的心思不在此处，只得找了一个不胜酒力的借口去客房休息，并吩咐厉雷按计划行事。哎呀，真是不胜酒力呀！院子里，一个面生的小丫鬟匆匆赶来，追得气喘吁吁。大小姐，老爷有事找您，让您过去一趟。顾念心中冷哼一声，该来的还是来了，
何事找我？他不是正忙着送客吗？奴婢不知，看老爷的样子挺着急的。先让玲珑带郡主去我院子里歇息，我稍后就过来。好，我等你。顾念不紧不慢地跟着小丫鬟的脚步往前走，到月亮门处脚步一顿，手抚上额头，表情痛苦。大小姐，前面不远就是客房，您去房间里歇息一会儿吧。父亲找我些许有急事，不能耽搁，还是坚持一下，或许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小姐身子要紧，奴婢去禀报老爷，就说您不舒服，在客房歇息，老爷定不会怪罪的。确实头晕的厉害，就按你说的吧。小丫鬟紧绷的表情立刻放松下来，把她送到客房门口就被打发走了。已经到了，我自己进去就可以，你赶紧去禀告父亲，别让他久等了。已经到门口了，应该不会出现意外，就听从吩咐，脚步匆匆的离开。顾念嘴角微勾，喝那碗燕窝的时候就知道里面加了东西，和之前用袖子遮掩吃下了一颗解毒丸。此时他脚步匆匆回了念曦院，至于房间里的太子，他可不管，谁中招谁倒霉呀。刚离开，就有2个轻微的脚步走近。仙儿，母亲已经为你安排妥当，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。既是把顾仙儿送到客房的门口，谨慎叮嘱一番，才放心离开。远远看到里面的床榻上躺着一名男子，那一定就是太子殿下了。太子殿下，他试探地叫了一声，没有回应。母亲做事万无一失啊。顾仙儿轻移莲步走上前去，脱掉自己的外衣，爬上了床。念儿，又是那个贱人。怎么了，念儿？成为姑的人不好吗？为什么那个贱人阴魂不散？为什么他总要抢走我想要的？不可以！为了人上人的地位，只能极力隐忍。都听殿下的。说完，就把母亲准备好的小血包悄悄放在了身下。前厅内一些交好的夫人被季氏以欣赏荷花为由留了下来。花朵开得正艳，还有清香传来，让人心旷神怡呀。荷花池里的锦鲤养的也不错。刚站定的夫人小姐们兴致正浓，尖叫声打断了她们欣赏美景的心情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得过去看一下。各位夫人小姐先自便，照顾不周了。好，我们一起跟着过去吧，兴许还能帮上忙呢。顾仙儿在房间内，脸上的泪痕顺着脸颊而下，委屈的表情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瞥到床上的一抹红色，心中犹如吃了苍蝇一般。小女不知，今日及笄里贪多了2杯，醒来就在这里，请太子殿下明察，还小女清白。是仙儿的声音。仙儿，怎么了？告诉母亲。咣当一声，门被大力的推开。哎呦天哪，里面不是顾二小姐和太子殿下吗？这也许是误会，仙儿和太子殿下是清白的，大家不要乱说。大胆，竟敢擅闯姑的房间！大胆，竟敢擅闯姑的房间！都散开！太子殿下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太子殿下饶命，臣妇只是太过担心女儿的安危。一直在前院等结果的顾江装模作样的匆匆赶来。贱内也是爱女心切，才做出冒犯之事。求太子殿下恕罪，只是小女以后如何嫁人？父亲、母亲，女儿以后没法在身边尽孝，要多保重身体。女儿准备削发为尼，离开京都，以免让父亲母亲失了颜面。不可啊，我可怜的仙儿，你若离开，母亲也陪你一起。顾大人，别以为姑看不出今日之事的蹊跷，惹恼了姑，就算是姑的老师也不会放过。您作为老师，姑也一直带着尊重您的心思，以后若是再有算计之心，别怪姑不留情面。事已至此，姑就不再计较，毕竟以后会成为一家人，姑会找机会告诉父皇和母后，纳顾二小姐为侧妃。就这样吧。侧妃？怎么，
姑没计较你们府上耍的手段，你还嫌弃侧妃的位置，若是不满意也可以不要。太子是宫里长大的孩子，对于这样的手段一眼便知。一切听从殿下的安排。满屋子的哭泣声着实是让太子心烦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甩袖离开。老爷，我们仙儿怎么能是侧妃呢？还能不能再给太子殿下说说？无知妇人，小心祸从口出。今日之事已是万幸，太子殿下是何等聪明之人。再说侧妃怎么了？只要得到太子的宠爱，今生指日可待。日后太子登基，仙儿就是人上人。还是老爷想得周到，妾身着相了。宁王府，清风禀报了太傅府上发生的事情。哼，敢觊觎本王的女人，太子世间日子过得太安逸了吗？清风清雨两人站着一动不动，确定主子对顾大小姐是认真的。把传信人的尸体扔进太子府，在暗中派个人混进去，盯着太子的一举一动。是主子。主子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本王有个朋友，他很困惑，已经定亲的女子，且很有好感，但是女子不想嫁给他，总想躲避他，该怎么办？哦，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事情，本王帮他问一下。什么朋友的事儿？主子有几个朋友，他们还不清楚吗？主子，属下没和女人接触过，实在不懂女人心，属下无能，没办法帮助主子的朋友解惑。主子，这事属下知道，您以送聘礼为由，同时送进几个人，一边能教导下礼仪，一边能盯着他，以免在朝婚前出了差错。哎，青羽这个主意不错，有赏。高兴之余，他突然想起，竟忘了一件事情：聘礼。本王成婚好几日啊！回主子，还有3日就是您和顾大小姐的大婚。什么？婚礼近在眼前，为何没人提醒本王送聘礼啊？主子，您以前伺候那几位王妃不曾送过聘礼，您还说送聘礼等于肉包子打狗啊？这本王何时说过那么无耻的话呀？分明是你们两人办事不力，误解了本王意思。快准备聘礼送太傅府去，要足够的聘礼，大张旗鼓送过去，让金嬷嬷带2个会武功的丫鬟一起过去。哎，对了，告诉花公公，安排府中的人赶紧准备起来。本王不能行拜堂之礼，但给他一个盛大的成亲礼还是要的。主子终于开窍了。衣袖试了试眼角溢出的泪珠，颇有一种自家孩子长大了的欣慰。不知花公公前来有失远迎。洒家今日前来是替主子送聘礼的。季氏听到消息过来，看到院子里摆满了聘礼，看得他眼花缭乱。这么多贵重之物放在院子里实在不像话，宁王送的聘礼怎能怠慢？赶紧让人清点一下，入库稳妥，是吧，老爷？顾江很想答应，他看花公公的脸色，见花公公没什么表情，他有些拿捏不准。宁王娶的是顾大小姐，这聘礼当然也要送到顾大小姐的院子里。宁王想得周到，不仅送了聘礼，还送了1个嬷嬷和2个丫鬟。这一来呢，是为了教导大小姐皇家礼仪；二来也是为了帮助未来王妃管理私库。毕竟王府的钟会是要交到王妃的手中。他的一席话直接让季氏傻了眼，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。不是，谁家的聘礼是送给姑娘家自己的？这不合规矩啊！不远处轻轻地传来一个婉转的声音：宁王府送的东西肯定是宁王府定规矩，夫人非要替我保管也不是不行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宁儿出嫁时是要当做嫁妆带走的，若是里面丢了东西，都由夫人来赔偿。您还要替我保管吗？夫人若是觉得保管有风险，那还是按照宁王府的规矩来吧。你听说要赔偿，季氏就想起那日搜身受到的屈辱，一时语塞。哟，这就是顾大小姐了吧？老奴给大小姐请安了。公公折煞小女了。主子真有眼光啊，
一出场就有王妃的气势，和咱们宁王府有缘分。夫人不说话，就当默认了。抬到大小姐的院子里，小心点啊，别给我磕着碰着。这个不孝女，还是她的心儿乖巧可人。念西院，花公公盯着下人把聘礼收拾妥当，这才低声在顾念的身旁解释：宁王一表人才，细心体贴。小女明白公公的苦心，一定配合宁王府的安排。哈？明白什么？配合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花公公一头雾水地回了宁王府，把事情事无巨细地禀报了一番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是的，王爷，顾大小姐就是这么说的，奴才实在不明白。抬眼看去，主子却嘴角微微上扬，笑得很是开心。王爷懂大小姐的意思？哼，本王当然懂了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呐。王爷和王妃是心有灵犀呀。念西院的门外，念儿，大舅舅来看你了。哈，大舅舅，您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舅舅巡查京都的生意，顺便过来看看你和你母亲。来，看舅舅给你带了什么物件。等匣子里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让顾念惊呆了。这些亮晶晶的物件啊，都是小女孩家喜欢的，特别是金刚石，在这阳光底下更好看。你儿若是喜欢，拿着把玩；不喜欢就送人。送人？笑话！他得好好的收着。这些礼物很是漂亮，妮儿很喜欢。大舅舅来京都只是巡查生意吗？有没有想过扩大生意，或者让刘家的生意找个靠山？念儿有什么想法，可否说给舅舅听啊？念儿有什么想法，可否说给舅舅听啊？以大舅舅的才智，应该想到怀璧其罪的道理。为了让刘家的生意得以保障，必须找个靠山。这个靠山可以是有权势的人，也可以是皇家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念儿变了很多，拥有很多男儿没有的睿智。舅舅谬赞啊。念儿很好。舅舅接到消息，朝廷决定选皇商，念儿觉得有几成机会呀？舅舅，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不管有几层把握，都要有势在必得的信心。刘家的实力加上舅舅的谋划，定能成功。好，舅舅一定努力。我去庄子上看看你母亲，然后就开始做准备。舅舅的能力让他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成为皇商，就算有人觊觎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奴婢刘星，奴婢刘云，给主子请安。我没事，你们继续忙。宁王突然安排了2个丫鬟和一个教习嬷嬷，让他有些不舒服。在他心目中，教习嬷嬷都是不好相与的，温柔一些的犹如教导主任，残忍一些的犹如电视剧里的扎针嬷嬷。3日转眼而过，主子，这是王爷为您准备的嫁衣，王爷专门吩咐宫里的上衣局做的，明日大婚定是美如谪仙。正恍神间，玲珑进来禀报：大小姐，夫人那边来给您送嫁衣了。给刘星使了个眼色，把嫁衣收起来，这才回应道：让她进来吧。大小姐，奴婢是夫人身边的丫鬟春杏，这是夫人为您准备的嫁衣。2件嫁衣简直无法比较，一件犹如奢侈品，一件犹如地摊货。哼，夫人想的是真周到呀，替本小姐谢谢她。是，奴婢告退。等等，还是本小姐亲自去谢谢，才显得有诚意。是，大小姐。海棠院里，季氏母女2人在房间里还在沾沾自喜，做着美梦。这大婚之日就是顾念的死期。听到丫鬟的禀报，2人相视一眼，警惕起来。他怎么过来了？难道这么快就发现了？季氏也心中狐疑，隐藏得这么好，不应该呀。待顾念进来，季氏2人立刻变了脸。念儿，明日大婚由得你忙，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是啊，大姐，恭喜你明日就成为宁王正妃了。这母女2人的心理素质可真好啊，做了亏心事儿，竟然能脸不红心不跳。夫人费心都替我准备好了，我是专程来谢谢夫人的。
明日聂儿就要出嫁了，突然有些不舍得夫人和妹妹，拥抱一下告个别。他说着，将手中的银针快准狠地刺向了季氏的后脑勺。因为顾念抱得无比用力，盖过了银针犹如蚂蚁咬一下的痛感，令对方毫无所觉。姐们明日大婚心情好，就不抱你了，拜拜。两人惊悚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好一阵子才缓过来。母亲，他说的什么？女儿怎能听不懂？他是不是中邪了？季氏眼神微眯，他也不知道顾念发的什么疯，还是说有什么阴谋。大小姐，真的如你所说，里面藏了东西，而且是淬了毒的针。没想到太傅府的当家主母这么狠毒。做坏事都会有报应的。季氏很快就会尝到银针的滋味，这是来自他给的报应。黄昏的残阳散发着独特的光，季氏流着口水，说话口齿不清，愤怒的浑身颤抖。让他行，让少金言行。好，母亲消消气，女儿先给您找府医。碧莲匆匆地把府医请来，府医把脉后神色大惊，差点脱口而出夸赞的话：夫人不用吃药，是有人用银针把您的穴位封住，1日之后就会自动痊愈。只是这期间全身好像有千万只蚂蚁的啃噬，而且口齿不清，无比痛苦，必须夫人自己承受啊！若是银针再深入1分，就有失生的风险。此人手法把握精准，没有几年的功夫练不出此等手法呀。季氏此时对顾念恨得咬牙切齿，想想他以前的样子，怎么可能几年前就会医术呢？顾念一日不除，难消他心头之恨。月色如洗，庭院静静。上一世活到30岁都没有结婚的人，来到这里1个月就要成婚了，也不知是不是有婚前恐惧，这一夜顾念睡得并不安稳。房间中来回踱步的尹宁也兴奋得睡不着觉，马上就要大婚了，心爱的女人终于逃不掉了。忽然想趁着夜色偷偷地去看她一眼。顾念，快醒醒！念念，快醒醒啊！顾念恍惚中感觉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梦魇了？你大半夜跑到我的房间干什么？难道又中毒了？哼，我好得很，每次见你都中毒，我不要面子。我好得很，每次见你都中毒，我不要面子。切，你的高冷和生人勿近都去哪里了？你都快成我这里的常客了，没中毒的你大半夜跑到我这干什么？再说，你在我这里还有面子吗？哎，是我找你就不能为了别的，比如抢亲？顾念斜睨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除了他王爷身份之外，本阁主的条件怎么也比宁王那个病秧子强吧？你可拉倒吧，你还不如宁王的条件呢。以本小姐的医术，定能医治好宁王的病。到时候我可是宁王的救命恩人，待遇可想而知。就算治不好，以后我还是继承宁王家产的寡妇，有钱有闲，生活自由自在，不知道有多开心呢。继承家产的寡妇？哼，行啊，等你做了寡妇，方便本阁主半夜找你。虽然对这人夜探深闺的行为很是不满，却不知为何讨厌不起来。难道是因为对方长得好看？我明天就要嫁人了，总归是男女有别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尹宁沉默了一瞬，拿出刚才放在桌子上的锦盒。之前救命的谢礼。银货2器，哼，好。5名黑衣人纷纷倾弓而下，落入了聂熙院。尹宁耳朵微动，眼神透过窗棂看向屋外。有人进了院子。他在窗前站定，一副审视蝼蚁宵小的眼神。很快他就听到了打斗的声音，又来帮手了。他透过模糊的窗棂看过去，天哪，一直觉得流星流云2个丫鬟有哪里不一样，原来是会武功的。宁王确实细心体贴，流星流云深得我心，真有先见之明。亲耳听到心爱女人的夸赞，还有些不好意思。你那2个丫鬟的武功不错，对付几个刺客不在话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先走了。关键时刻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谁稀罕用你啊？
房间内的女人很小声的嘀咕着，却还是被耳聪目明的尹宁听得一清二楚。这个笨女人。院子慢慢的恢复了平静，刘星低头禀报：主子受惊了，可惜没留下活口，不知受谁的指使。刘星和刘云在宁王身边是做暗卫的，如今被安排过来做个丫鬟，一时之间还没有转换过来身份。没事，我知道是谁干的，辛苦你们了，赶快去休息吧。除了季氏母女，还能有谁呢？没有，不辛苦，替主子分忧是奴婢们该做的。别紧张，你们救了我，我是真心感激你们的。哎呀，以后了解我的性子就懂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去睡觉。他不管两人惊愕的表情，转身上床休息。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再不睡觉，天都要亮了。翌日天光大亮，顾江一直小心翼翼地对刘氏隐瞒着顾念的婚事，但还是被刘氏知道了。今日一大早就风风火火地进了府门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，我还不能回家了？不是，为夫的意思是提前通知你一声过去接你。哼，为什么把我的女儿嫁给宁王？念儿也是你的女儿，你竟然如此狠心！为夫也是为了她好。宁王是皇上最疼爱的皇子，虽然是有些病弱，嫁过去也是正妃。以后宁王府还不是他说了算吗？既然这么好，怎么不把顾仙儿嫁过去？咦，念儿是大姐，长幼有序。好，很好。刘慧说完，脚步匆匆地去了念熙院。刘慧的突然出现让顾念一愣。母亲，您回来了，女儿很高兴。您不走了吧？你少给我打岔，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母亲？你若是不愿意嫁，母亲想办法。不是女儿不愿意告诉母亲，其中有父亲的阻挠，也有怕母亲担心。女儿想嫁，女大当婚这个命运是逃脱不了的，还不如嫁给宁王。顾念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刘慧。糊涂，什么医术，什么寡妇，越说越荒唐。母亲不曾听说你会医术，再说哪里有人盼着当寡妇的？哎呀，母亲，女儿也不想嫁给别人，三妻四妾的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哎呀，你呀，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。母亲是一点都猜不透你的想法呀。母亲放心，您的女儿变得聪明伶俐，足智多谋，谁也欺负不了我。多大的人了，还不知羞，哪有自己夸自己的？哎呀，罢了，女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母亲不去多加干涉，只要以后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。反正咱们有钱，大不了休了宁王，母亲养你。顾念听到这些话，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在这一世能遇到这样好的母亲，着实是自己的幸运。好，走，欺负了我的念儿，得让他们明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刘慧拉着他就往前院走，正好遇到季氏挽着顾老头的胳膊走过来。姐姐，听说你回来了，妹妹很开心。姐姐，听说你回来了，妹妹很开心。是吗？我也很开心，因为这次回来就不回庄子上了。听到后，两人脸色立刻变得难看，又瞬间转变回来。姐姐愿意回来就好，妹妹一直以为姐姐不愿意原谅我，今日谁说我回来就是原谅你了？好了，回来了就安分一点，若是闹得府上不得安宁，就给我滚回去。滚回去？说的你们吗？哼，别忘了地契上写的谁的名字。我当年离开时为了念儿，没想到妥协没换来念儿的幸福，反倒是养刁了你们的胃口。如今我回来了，谁敢闹得府上不得安宁，就都给我滚出去。念儿马上就要嫁给宁王，没了后顾之忧，他必须拿出气势为女儿做好后盾。顾念心中一喜，哇塞，母亲厉害呀！你现在简直不可理喻。刘慧的话让顾江很没有面子，气得无语凝噎。姐姐，老爷不是这个意思，本意也是好的，想让府上兴旺和睦。夫人说的对，想要府上兴旺和睦，有个吃里扒外的人怎么可能兴旺得起来？想要府上兴旺和睦，有个吃里扒外的人怎么可能兴旺得起来？念儿说的是什么话？府上一直很好，
怎么可能有吃里扒外的人呢？父亲，女儿无意中捡到了一个账本，只是这账本太过无稽之谈。咱们太傅府的奇珍异玩还有铺子的收成，怎么都到了礼部侍郎季大人的府上呢？太奇怪了。季氏看到熟悉的账本，脸色煞白。就是这个小贱人偷走了他的账本，还把账本换成了光屁股小人打架书。顾江打开账本，越看脸色越难看。你有何话说？老爷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妾身。怒火中烧的顾江直接甩了季氏一巴掌。我如此信任你，让你掌管府上钟馗多年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等吃里扒外之事，让我失望至极呀！我母亲掏心掏肺的往府里送银子，供父亲维系官僚关系，希望父亲官运亨通。夫人却阻碍父亲的官途，这是何意啊？就算季家以后发达了，也不会照顾我们顾府的。夫人糊涂啊！顾江一听季氏在阻碍他的仕途，瞪得眼珠子一片猩红，忍无可忍，又一巴掌甩了过去，打得季氏头脑发昏。父亲大人，一个是往府上送银子，一个是往外拿银子，这两相比较，就不难看出哪个女人更适合太傅府的当家主母。老爷，妾身是你明媒正娶回来的妻子，你不能说改就改。宅子是我刘家的，当家主母的位置也要是我的，否则别想让我再拿1两银子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从现在起，刘氏为正妻，季氏降为平妻，现在就改族谱。不要啊，老爷！顾江理都没理他，甩袖离开了。族谱上当家主母的名字更改过来，顾仙儿的名字就在刘慧和顾念的强硬下更改成为庶女。等顾仙儿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，差点哭晕了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太子还会不会要自己了，会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。他对顾念和刘慧有着无尽的恨意，太邪门了，为什么每次对付他都会得到反噬呢？汴西院里一片喜庆。大小姐，今日真是双喜临门的好日子。主子也好，每天都是好日子。你们两个嘴巴抹蜜啦！桌子上放着的锦盒入了玲珑的眼，上前帮主子收拾东西，准备记录入库。哇，太美了！大小姐，这是今日大夫人带来的吧？肯定是，除了大夫人，没谁这么心疼小姐了。顾念轻轻地拿起来一套金闪闪的凤冠，一时间看得发呆。这个真好看，小姐戴上肯定美若天仙。哎呀，是啊，奴婢们该死，都忘记准备。这套凤冠真及时，正好把困难解决了，预示着小姐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成亲忘记准备凤冠，他怎么这么不信呢？今日每个人都很可疑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自己婚前恐惧症？大夫人刘氏处理完事情，脚步匆匆地赶来，正好看到换上嫁衣的女儿，忍不住落下泪来。嫁入宁王府，做事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能任性而为。伺候好宁王，万一宁王不好相遇，就回来找母亲。嫁入宁王府，做事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能任性而为。伺候好宁王，万一宁王不好相遇，就回来找母亲。母亲放心，女儿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本来一句安慰的话，听得刘慧的眼泪更多了，让顾念也不禁红了眼角。大夫人，大小姐该上花轿了，莫要耽误了吉时。刘氏听到金嬷嬷的提醒，赶紧用衣袖试了试眼角。良辰吉日，宜嫁娶。宁王府也是满院子红色，喜气洋洋。三弟的病好些了吗？姑进去看看。主子吩咐，因体力不见任何人，请太子殿下恕罪。太子看着眼前紧闭的房门，眼神微眯。三弟的身体真让人心疼啊，姑就不进去了，让三弟歇着吧。有需要帮忙，可以去找姑。多谢太子殿下，属下一定转告王爷。清风轻雨两人对视一眼，眼神中都不约而同地看出了阴谋的味道。长街上，
10里红妆，长长的队伍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凡。喜轿都已经步入长街了，后面新娘的陪嫁却还没有抬完。哎呦喂，这嫁给宁王还这么大排场，不是糟践东西吗？这谁说不是呢？都知道嫁过去活不过3日的诅咒，还如此高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嫁了多好的夫君呢。很快他们就到了宁王府，正如之前所想，没有人踢轿帘，也没有人牵着红绸带他往里面走。被金嬷嬷搀扶着到了大堂，真的是一只公鸡和他一起草草行了拜堂礼。伴随着一声入洞房的高声唱和，再次被金嬷嬷搀扶着向前走。没多久便在一处房门前站定，金嬷嬷脸上扬着笑意，贴心地告诉他洞房到了。王妃，快坐下歇息吧，老奴去给王妃准备一些饭菜。顾念一听饭菜，确实是有些饿了。上喜轿之前他们都不让吃饱饭，真是习俗饿死人呢。王爷要不要掀盖头？惊得身旁的尹宁猛地咳嗽2声，然后忍着笑意没有回答。正好金嬷嬷带着丫鬟进来，王爷可以掀盖头喝合卺酒啦，老奴扶您坐好吧。宁王装模作样的轻咳2声，身体虚弱地坐在床榻边上。哎呀，喝了合卺酒，和和美美，天长地久。顾念心中狐疑，不是应该先揭盖头的吗？一对新人在嬷嬷丫鬟的注视下完成了仪式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，王爷。随着盖头慢慢的挑起，穿着喜服的男性身体展现在眼前。是你？哼，夫君不是病秧子，王妃是不是很高兴啊？宁王笑着调侃，不等他回答，接着说：哎，不用说，看王妃高兴的样子，本王都懂。顾念怒瞪着面前的男人不说话，心里却是一片哭声，计划全泡汤了。想好的给王爷治病谈条件，这下没得谈了。万一狗男人让他圆房，那自己岂不是得被进猪笼啊？那个王爷，是夫君。好，夫君。说吧。咱们就见了一次面，估计您也不喜欢我这样性子随意的。哎，商量一下，以后兄友弟恭，不是，相敬如宾，怎么样？嘿嘿，王爷装病肯定是有苦衷的，在外人面前帮王爷隐瞒病情，给足王爷面子，做好王妃的本分。在家里咱俩互不干扰，不管你娶侧妃也好，纳妾也好，告诉我，我绝对帮你张罗的妥妥的。想到他会排斥，没想到竟然会扯到纳妾上，忍着心中的怒火沉思，一定要让他尽快喜欢上自己。好，这个条件本王可以答应你，只是以后不要再提侧妃和纳妾，若是再提，立刻圆房。吓得顾念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怕什么说什么，宁王会读心术吗？忽然宁王一个拥抱把他压在了身下。又来，这个狗男人刚答应自己的话就反水。只听咻的一声，利剑划破空气的声音，穿过窗棂，又咚的一声刺进了拔步床一侧的木雕上。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呀！接着外面打斗的声音响起。你现在知道本王为什么装病了吧？如今自己也被卷入了皇家的纷争，漫漫长路，其修远兮。夜色中的打斗声渐渐平息，黑衣人都是死士，没有一个活口。清风，趁着夜色把尸体让太子府去。是，主子。顾念想了想也对，就太子的德行，真能干出这么狠的事儿。念念，时辰不早，该歇息了。念念，听得顾念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这个宁王不仅傲慢，还是个自来熟。不是你在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睡觉。我们不是说好相敬如宾吗？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傻不傻呀你？本王一个卧病在床几年的人，突然走出去了。再说了，
夫妻两人不住在一个房间里，传出去要如何解释？不嫌麻烦啊？喂，你睡床，那我睡哪里啊？你赶紧下来！这是本王的床，凭什么本王下去啊？谁怕谁啊？他说完，躺在了床的外侧，中间拿了一个被子相隔，以为和一个陌生男人躺在一个床上会睡不着的，没想到累得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宁王躺在里侧，看着身边的女子安静的睡颜，心中无比的满足，一直在暗中拒绝父皇的赐婚，没想到竟真有一个女子走进了他的心里。翌日一早，宁王睁开眼，看着小腹上放着的一条腿，那个位置，这个女人在惹火。王爷，王妃，您醒了吗？时辰不早了，王妃还要进宫敬茶呢。顾念突然听到声音，猛地睁开了眼睛。自己的动作如此不堪入目，犹如一只吊在树上的树袋熊，抱的男人那叫一个结实。那个，你可以把我推开的，说不能怪我。不怪你，本王推了没推动，下次一定努力。这个臭不要脸的男人！王爷，王妃，宫里来人了。尹宁起身，拿着匕首在手指上划了一下，然后掀开被子，抹在了干净的圆帕上。金嬷嬷，进来吧。是，王爷。一边吩咐丫鬟伺候王妃洗漱，一边带着夏嬷嬷走向了床榻。夏嬷嬷掀开被子，就看到了那张带着红色印记的圆帕。等一等，本王稍后进宫会带上，不劳烦嬷嬷了。夏嬷嬷还没有从对方站起身来的惊愕中回过神来，只机械似的点了点头，就退了出去。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事情不是露馅了吗？不怕，因为有你嘛。你可是我的小福星啊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……走吧，本王陪你进宫。说完，抓起他的小手，出门上了准备好的马车。皇后不好相处，说话做事要小心谨慎。太子心思狠毒，四公主……顾念都仔细的听着，认真的记在心里。喂，快让开，别惊扰了公主。宁王府的马车着急进宫，烦请公主先避让。放肆！宁王府怎么了？我们公主说你让开，你就得让开。顾念听着外面的叫嚣，转头看了看宁王，身边的男人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没有一点要顺着公主的意思，很合他的意嘛。好好说话兴许可以商量，越是嚣张越让顾念心里不爽。嘿，听不见怎的？四公主是皇后所生，也是皇后唯一一个亲生的孩子，所以被宠溺成嚣张跋扈的性子。四公主，前面宁王府的马车不给面子。呀，这不是三皇嫂吗？怎么，一个商贾的女儿嫁给了我皇兄，就觉得自己变成凤凰了？一个商贾的女儿嫁给了我皇兄，就觉得自己变成凤凰了？公主说对了，我确实是商贾的女儿，如今变成了公主的皇嫂。见到皇嫂本该恭敬行礼，没想到公主如此嚣张跋扈，不知礼数，有失皇家颜面。是不是身边的教习嬷嬷教的不好？看来得禀报父皇，把公主身边伺候的人全都换成得力的才行。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你只不过是给我三皇兄冲喜的。顾念听到冲喜两个字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忽的一笑。你笑什么？竟然对本公主不敬！我当然得笑，因为我不仅是冲喜王妃，还是个大功臣，父皇可等着呢。你若耽误了，责任谁来担呢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大功臣？皇妹，见了皇嫂怎能如此无礼？难道三皇兄多日未出门，竟让皇妹不放在眼里了？三皇兄，你真的好了，我这就让路，让皇兄先走。快让开！你这个蠢货！旁边马车内的那双眼睛盯着他走进马车的背影，咬牙切齿。顾念，他记住了。
你怎么了？刚才还在说四公主嚣张跋扈、任性妄为，最好不要招惹她。奈何她来招惹我呀，还没进宫就已经被她记恨上了。由此可见，有些事是躲不掉的。躲不掉也不用怕她，有事我给你兜着。谁怕她了？哎，你别动手动脚的，弄乱了我的发型。发型？新鲜。御书房看见远远走进来的人，他神色激动地猛地站起了身。宁儿，你当真好了？是的，父皇，儿臣是真的好了。好，皇后想出来的冲喜之法是对的，既然真的好了，你是皇家的大功臣，朕心甚慰。顾家嫡女很好，赏。谢父皇，王爷的病气是有父皇龙气镇压，不敢造次，自然就慢慢痊愈了。儿媳不敢鞠躬。听到有赏，他赶紧俯身谢恩，顺便拍了皇上的马屁，让皇上更加舒心了。赶快去见见你们的母妃吧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。哦，是，儿臣告退。两人躬身退出。宁王的母妃林殊是一个江湖女子，和京都骄阳长大的贵女完全不同，深得微服出巡的皇上的喜爱。奈何林殊喜欢自由，追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得知喜欢的男子是95之尊的皇上后，就只说了一句话：肚子里的孩子我可以自己养，就此别过吧。皇上岂能放任自己喜欢的女子离开，况且还带着皇家血脉，只得把她抓进了宫中。为了防止她逃跑，还安排了护卫。林殊一气之下住进了冷宫，再也没有出来。王爷王妃安，奴才是凤仪宫的，皇后娘娘已经等候多时了，特来提醒王爷王妃别忘记时辰，以免耽误吉时。王爷，我去给皇后娘娘敬茶，您去见母妃吧。我以后肯定会自己面对很多事情的，别担心。好吧，你先过去，我稍后去找你。凤仪宫，宁王的病真的冲喜冲好了，还宠幸了顾念。是啊，娘娘，老奴看得真真的。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回娘娘的话都准备好了。顾念进来的时候，皇后的脸色已经变得和蔼可亲了。身边的丫鬟递过来一杯茶，她端起来恭敬地送到皇后面前。母后请喝茶。好，宁王的病好了，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你是个有福之人。只见他喝了一口茶，就放到了小鸡上。宁王妃快坐下，喝口茶。谢母后。杯盖的遮掩下，他嘴角微勾。宁王妃怎么不喝呀？是茶不合口味吗？不是的，母后，茶有些烫，一会儿再喝。皇后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像是默认了他的说辞，眼角却对着夏嬷嬷瞪了一眼。夏嬷嬷接收到主子的眼神，赶紧胆怯地低下了头。宁王自从生病在床，哀家的心里就难受得紧，整日的吃不好睡不好，头疼的毛病都犯了。如今已经痊愈，哀家也就放心了。宁王妃功不可没呀。母后谬赞了，只是巧合而已。宁王妃不必自谦，宁王妃的茶水凉了，快添上热茶。顾念没有想到对方第一次见面就如此狠毒，竟然给他下绝子药。哼，我就不喝，我就吊着你。宁王妃怎么了？茶水不热了吧？母后，水是不热了，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吗？怎么可能？和哀家喝的是一样的茶，今年进贡的新茶。是吗？那母后的口味，真的很特别，这味道儿媳真的喝不下。若是母后喜欢，您就多喝点吧。夏嬷嬷，把茶端过来，哀家看看，到底什么味道让宁王妃如此为难？皇后的脸色有些难看，明目张胆的不给本宫面子，真是大胆。皇后刚打开盖子，就闻到了一股臭鱼腥味。顾念心中冷笑，刚才端起茶杯的时候，就已经微不可察的把鱼腥粉放了进去。母后怎么了？这是您喜欢的味道呀。
一句话说的皇后无语凝噎，心里却一直在咒骂这个小贱人，她就是故意的。本来和宁王府的关系就水火不容，暗中焦灼，此时心中的怒火让她连维系表面关系都不想了。皇后娘娘，宁王殿下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皇后娘娘，宁王殿下来了，请他进来吧。顾念看着宁王走进殿内，还没等男人行礼问安，就犹如一个小钢炮一般扑进了他的怀里。王爷，母后的口味太过特别，妾身实在是受不了臭鱼腥的味道。不喝母后的茶，会不会觉得妾身矫情不给面子呀？妾身好怕。放心吧，母后是善良大度之人，不会和你计较的。是不是，母后？自己对他怎么样了吗？如此做作的告状，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。听夏嬷嬷说，宁王要亲自把原帕带过来，实属不合规矩。既已如此，宁王把东西拿出来吧。今日夏嬷嬷已经见过原帕了，本王突然来了兴致，把原帕做了一幅画。雪白的原帕犹如皑皑白雪，红梅傲然绽放，更显鲜艳，甚美。本王决定要留作纪念，母后就不要夺人所好了。你，老祖宗的规矩，你还放不放在眼里？老祖宗的规矩，你还放不放在眼里？哼，规矩哪有情趣重要啊？让本王娶妻，不是母后的意思吗？我们夫妻之间感情好，母后也会高兴的吧？做甚好斤斤计较？念念胆子小受了惊吓，带他回去了。儿臣告辞了。他说完，搂着顾念佯装柔弱的身体出了凤仪宫。岂有此理！太不把哀家放在眼里。顾念受惊了，第一次见面想留着些颜面，没想到被小贱人倒打一耙。不是会医术吗？长得人畜无害，看来还是低估他了。娘娘，计划没有成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若是宁王有了子嗣，那太子成功上位的路上又多了一个强大的绊脚石啊！皇后的恨意深入骨髓，那个女人关在冷宫里都能把皇上的心勾走，宁王还要阻挡太子的路，他们想都别想，路还很长，慢慢来。哼，没关系，只是一个小心机的贱丫头而已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慢悠悠回府的马车上，王爷，您和皇后说话一直是这样吗？母妃有没有给王爷开门？哼，皇后与太子是一丘之貉，对宁王府不知暗中做了多少手脚。3年前的毒是太子手笔，这其中也少不了皇后帮忙，表面关系早已维持不住了。宁王想起以往的种种，不由得苦笑一声。对于第二个问题，只低头沉思，并没有回答。主子，小心刺客！又来刺客啦！天哪，这个时代怎么这么多干刺客的？工资很高吗？眨眼间就听到马车外面一阵叮叮当当利器碰撞的声音。宁王坐在马车内，闭目养神，一动不动。主子，这批黑人和上次的差不多是一批，都是死尸，查不到线索。我怎么觉得他们是冲我来的呢？知道了，还需尽快离开此地。是，主子。太子府，殿下，府上的尸体已经处理完毕，今日出去刺杀那一批只回来3人，其他都没回来，而且刺杀没有成功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2次刺杀都没成功，要他们何用？此时正好听到下人来禀报太傅求见。顾江进来的时候，看到太子阴沉的脸，就知道今日来的不是时候，但事情又不得不说。太子殿下安，老臣今日前来是想让殿下帮忙想个办法。仙儿是太子的人，这件事已经是人尽皆知，京都闹得沸沸扬扬，仙儿在家不敢出门，伤心的整日以泪洗面呢。老臣实在是没办法。哼，你还好意思提呀？看看你自己办的什么事儿！
姑看好的是顾念，并非顾仙儿。你们合力算计，不要以为姑看不出来。宁王那个病秧子冲洗后身体痊愈了，这件事给姑造成了多大的阻碍，可想而知。太傅越老越糊涂了吗？真是成事不足。太傅越老越糊涂了吗？真是成事不足。老臣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，只是巧合而已啊。况且念儿性子放纵，不服管束，实在担心他惹怒了殿下，请殿下恕罪。你如此大胆行事，就不怕惹怒了姑吗？老臣没有，请太子殿下明察。明察？若不是看在你是姑的老师的份上，早就被拖出去了，还留着你在这里狡辩。对方的狠厉，顾江心如明镜。听说贵府上夫人又换人了，顾大人一把年纪倒是真性情啊，正妻说换谁就换谁呀。如今把嫡女嫁给宁王，把庶女嫁给姑，好啊，你很好。老臣没有别的意思，只因季氏犯下大错，实属不宜当家主母，才……不用解释，既如此，姑也不是不通晓情理之人。仙儿已经是姑的人，那就今日一顶小轿，把她抬入府中吧。一顶小轿？太子殿下什么意思？不是侧妃吗？姑大人不会以为一个庶女就能换姑身边侧妃的位子吧？多谢太子殿下抬爱，老臣这就回去让小女做好准备。顾仙儿得到消息的时候，趴在季氏的怀中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好不伤心。女儿不甘心，娘亲一定要为女儿报仇啊，也要争取早日恢复主母的身份。仙儿放心，娘亲不会放过那对母女的。你在太子身边要小心谨慎，暗中筹谋，早日得到太子的宠爱，就有机会继升位分。顾仙儿阴狠的眼神定了定，貌似下定决心一般。此时的顾念在房间内也是气得咬牙切齿。你的身体已经恢复，可以去其他房间睡觉了，赶紧走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让我出去啊？那我去别的房间睡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哎，你不清楚咱俩如今是招恨体质吗？我们夫妻一体，当然是要在一起了。万一是有不长眼的刺客，那多危险啊！为夫也是为了保护你。尹宁为了把他留下，绞尽脑汁地想着借口，说话的表情还是一副我都是为你着想的神态。那就这样吧，但是咱俩也得分开，一个睡床，一个睡地上。那就这样吧，但是咱俩也得分开，一个睡床，一个睡地上。好吧，都依你。主意是我出的，我先睡在地上。公平起见，明日我们换过来。顾念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床榻旁边的地上铺被子。还是躺下舒服，就是地板有点硬。许是今日斗智斗勇有些累了，地上的人很快就进入了深度睡眠。尹宁听着对方呼吸平稳，才下了床榻，轻轻地把地上的人抱起，放在了床榻上。一日清晨，顾念迷迷糊糊地看见面前男人的俊脸。我怎么在床上啊？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半夜爬上来？还有，把你的爪子和腿拿下去再说。那个，对不住啊，今日是我太累了，下次不会了。听说舅舅在参与皇上选拔，路上会遇到很多阻碍，你需尽快提醒他做好应战准备，最好能拿出让父皇龙颜大悦，又能让朝中官员心服口服的计策来。他知道这条路上肯定会荆棘不断，希望舅舅能够挺住。太子是先皇后留下的孩子，先皇后死后便把荣贵妃晋升为皇后，他膝下无子，便请求皇上把太子过到自己的名下。太子和皇后的关系是相互巩固地位。母后一定要阻止刘成成为皇上，否则会给宁王增加不可估量的筹码。皇儿不要着急，刘展能参加，我们的人也能参加。刘家如今已经发展成全国商贾，势力虽雄厚，若中间出什么岔子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好，还是母后足智多谋，
儿臣一定听母后教诲。您看，京都最大的山谷徐良怎么样？很好，尽量帮助徐良争取夺得皇商的头衔。其他皇子暂时还构不成威胁，最主要的是宁王那边，他可是皇上最喜欢的皇子，实力不容小觑，直接对付有些不太好办，可以把手伸向他身边的人，譬如宁王妃。这件事儿臣已经着手策划，相传顾念会医术，想要对付宁王，必须先砍掉他身边的帮手。杀身之祸已经降临，在街上闲逛的顾念全然不知。哎呀，这位夫人是怎么了？快来人啊！有人晕倒了！一名老夫人正捂着胸口，嘴唇发紫的倒在地上。顾念皮个箭步跑过去，扒开了人群，快速的把手按在老夫人的脉搏上，脉象杂乱，心跳过速，急性心脏病。老夫人别怕，保持呼吸平稳，不要紧张。一名年轻的男子匆匆跑过来，身边跟着一位大夫。起来起来，别耽误大夫看病。男子目中无人的态度令人满腹不平，想着许是因为家人病重太过着急了，并没有过多注意男人际遇的神色。哎呀，这是心壁之症，老夫治不了了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不过还是给您提个醒，没有大夫能医治了这个病啊。大夫，您别走啊！大夫！躺在地上的老夫人开始呼吸急促，嘴唇发青，惨白着一张脸，虚弱的似乎连眼睛都没有力气睁开了。情急之下，顾念不管年轻男子的态度，当即拿出了银针，在老夫人的神门、内关、至阳等穴位处一一施针。你是什么人呢？竟敢胡乱诊治，想谋财害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若是我祖母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定要你的命，赶紧滚！我的针灸术能让老夫人在1刻钟内醒过来，若是真的把我赶走，你家老夫人会立刻全身抽搐，呼吸急促，到时候就真的没有救了。你确定不是想害死老夫人？最好如你所说，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顾念翻了个白眼儿，动不动就不放过，这里的人都是这样不知好歹的吗？懒得理他，从衣袖中掏出了一片人参，放在了老夫人的口中，让老夫人有了些许的自然反应，吞咽了一下口中的苦涩，慢慢的睁开了眼睛。好厉害的医术，心壁之症都能救回来，医术着实不凡。是啊，瞧着年纪不大，没想到医术竟如此高超。祖母，你醒了！太好了，祖母！男子扶起老夫人，一副祖孙祥和之态。季老夫人，您终于没事了，下次可不许日头正盛的时候出门呐，太危险了。季老夫人，季氏的嫡母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正想着如何发展事业呢，那就从季老夫人开始吧。这位夫人，您今日遇到了我，实属幸运。我粗略算了一下诊金加上耗费的药材，一共需要2000两银子。您怎么付？差点说出现金还是扫码，幸好及时收住了。还要诊金？听说过吃霸王餐的，没听说过治病白嫖的。你们季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不会因为这一点诊金就赖账吧？多谢姑娘救了老身，要银子是应该的，你不说，我们季府也会奉上谢礼。老夫人不用客气，谢礼就不用了，看诊的银子1分都不能少，这是作为大夫应得的。我得着急回家，请季老夫人赶紧的吧。庆儿，把诊金付给他，咱们季府不缺这点银子。顾念接过银票数了数，季老夫人当然不缺钱，有个孝顺的女儿比儿子都强。还有，老夫人的病只是用针灸打通穴位，暂时救回了您的性命，还需要用药维持一段时间才能痊愈。惜命的话，可以去宁王府找我买药，1副药2000两。你是宁王妃，顾家嫡女？你是宁王妃，顾家嫡女？是我，看来季老夫人看见我很惊喜啊。我得回了，老夫人不要太想我哦。
原来是宁王妃呀！听说她是诡异的关门弟子，还帮昭华郡主去了疤痕呢。哎呦，这医术真的厉害，还会缝合之术啊！就是这个小贱人，把季平从主母的位置上拉下来，降为了平妻。想起以前季平送来的好东西，如今就恨毒了刘慧和顾念，都是因为他们才断了自己的财路。回府。季庆坐在马车上，帮祖母顺着背，试探着问道：祖母就这么放过他了？哼，放过？怎么可能？祖母说的对，如此目中无人，不能放过。祖母，您看收拾那丫头的时候，能不能……臭小子，整日精虫上脑，那可是宁王妃。哎呀，祖母就吓唬孙儿，到时候被宁王抛弃的女人，躲着都来不及呢，哪里会有人护着呀？老夫人只是冷笑一声，并没有说话。季庆的心情更加愉悦了。顾念哼着现代流行歌曲进了府门，玲珑一脸焦急地迎了上来：王妃，您可算回来了，以后您可不能一个人偷偷跑出去，让奴婢们担心了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们主子我出去散心，顺便干了一件大事。王妃干什么大事了？危险吗？下次带上奴婢给您帮忙。好好好，下次一定都把你们带上。说完还顺便对他们眨了眨眼，一副不宜言说的举动。这王妃又开始不着调了。流星流云，你们看看王爷回来没？玲珑去厨房吩咐纯善，琥珀帮我准备洗澡水。把丫鬟都吩咐出去没几分钟，就看见一个眼生的小丫鬟端着一碗燕窝走了进来。王妃，这是王爷出门前吩咐的，担心您回来饿肚子，这燕窝在灶上一直温着等您，请王妃趁热喝吧。顾念并没有多想，只以为进王府没几天，看人眼生是正常的，放到唇边时才发觉出了异样。有毒？还是见血封喉的毒？什么情况？在自己家里竟然一次一次的被害。丫鬟见他放到嘴边的碗又放了下来，神色也跟着变化。心知计划失败，瞬间从袖中抽出准备好的匕首，唰的一下刺向了顾念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为什么要杀我？哼，你不用知道是谁，不过在你临死前可以告诉你，我主子的目标不是你，但是你却是他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只要你在宁王身边，就必须死。对方的话让顾念瞬间恍然大悟，如今自己成了宁王那孙子的挡箭牌了。去死吧，王妃小心！流星流云长剑一挥，叮当一声打落了小丫鬟的匕首。丫鬟见计划失败，嘴里的毒药咬碎，嘴角瞬间流出了一滴黑血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此停止了。顾念坐在浴桶中闭目养神，动不动就被杀的生活很是不安定。自己的仇家报复也就算了，如今竟成了宁王的护身符了。他的仇家肯定会不遗余力地让自己死。不行，他不能在宁王的身边，他必须离开。想到此处，顾念猛地睁开了眼睛。现在宁王还没有回来，正是离开的好机会。出了宁王府后，立即去最近的马行买了一辆马车。哎，谢姨娘，那不是宁王妃吗？竟然在买马车，难道是奴婢看错了？啪的一声，一个响亮的巴掌落在了碧莲的脸上。什么宁王妃，分明就是个贱人！顾仙儿心中不平，听说宁王的身体痊愈了，宁王那样天人之姿的模样，怎么就便宜了顾念那个贱人呢？再看自己却成了太子的妾，恨得一巴掌发泄在了丫鬟的身上。是奴婢说错了话，奴婢该死。只有他一个，贱人落单了，这是个极好的机会。随即露出了阴险的一笑，带着丫鬟匆匆回了太子府。太子殿下，仙儿想请您帮个忙，教训一下嫡姐。太子尹岩瞬间眉头紧皱，他没死，看来计划又失败了，都是一群废物。你嫡姐怎么了？殿下，您也知道，姨娘和我在府中深受嫡姐的欺负，如今都把姨娘降为了平妻。贤儿进入了太子府，逃过了嫡姐的魔爪，
可是姨娘还在府中备受主母的折磨，仙儿怎么咽得下这口气？仙儿想借殿下2个人给嫡姐一个教训。担心太子误会自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失去在太子心中的温柔形象，赶紧补充道：仙儿不会把嫡姐怎么样，只是小小的教训她一下就好，让她收敛一下欺负人的行为。姨娘在府中实在太苦了。好。顾仙儿神色一怔，是听错了吗？仙儿多谢太子殿下怜惜。马车上的顾念悠哉悠哉地走着，漫无目的的不知道去哪里。唉，失算了，应该先做一个完美的计划再离家出走啊，真是笨呐。这位小姐啊，小人已经围着京城转悠3圈了，您到底去哪里呀？你催什么啊？又不是不给你钱，本小姐在思考人生呢，不要打扰我。哎，继续往前走。哎呀。车夫无奈的叹息声刚刚结束，就看到远处2个黑衣人倾攻而来，吓得车夫连滚带爬的勒紧缰绳下了马车。有钱人的人生啊，小人实在是理解不了，小姐慢慢思考吧。啊？说的什么话？雇来的人就是不忠心，主家的鱿鱼说炒就炒。喂，你别走啊！这几个字还没有说出来，我操！刺客！在黑衣人隔着门帘长剑刺入之时，他身形一闪，进了空间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差点把空间给忘了。唉，人在紧张的时候，就是容易脑袋一片空白，忘记最重要的事情。只是不能为了躲避刺杀，一直生活在空间里吧。本来气定神闲很有把握的太子得到消息的时候，震惊地瞪着眼睛。什么？让他跑了？2个武功高强的男人竟然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悄无声息地跑了？加派人手越多越好，姑就不信这么多人还能让他跑了。是主子。宁王府内，丫鬟婆子急得团团转，刚回府的王妃洗了个澡的功夫就不见了。府上都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人。主子，王妃刚刚经历刺杀，这次又出门了，并且没有与任何人说。贴身的丫鬟也不知王妃去向，估计被刺杀，吓得逃跑了。放心吧，她会自己回来的。想明白了，就知道宁王府比外面安全。哎，万一发现王妃落单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万一王妃有个3长2短，想回也回不来呀。话音刚落，嗖的一下，王爷刚刚站立的位置空空如也。主子明明心里有王妃，这时候不去英雄救美，获得美人芳心，可奈何时啊！哎呦天哪，我咋这么聪明呢？派出来的黑衣人围着逃跑的范围向外寻找10公里，都没有找到他的身影，只得回到消失之地再次巡查。没想到刚到此地，就看到一个女子悠闲地从马车内走了出来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。顾念深吸了一口气，看了看不远处树上的叶子，东风很好，拿出袖中的丝帕遮挡住毒粉的散播，一阵东风吹来，粉末随风而去。姿色是不错嘛，也可以先让你舒服够了再死。话音刚落，就一个一个的闷哼声响起。臭娘们儿，惯会使阴招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，须速战速决，主子还在等消息呢。顾念呢顾念，上一世死无全尸，这一世也有千疮百孔的趋势啊。噗，长剑刺入肉体的声音，竟然不疼。他猛地一下睁开眼睛，只见尹宁轻功飞跃，手持长剑对峙着黑衣人，犹如天降神兵一般，太帅了。黑衣人太多了，且武功不差，尹宁还要顾及他的安危，动作上有些束缚。此时远处马蹄声传来，正好路过此地的程毅看见打斗的人群有些熟悉，立即策马赶了过来。带着走，快！程毅见战况混乱，只得先带人离开，只有顾念安全了，宁王才能放开手脚对付刺客。尹宁，
驾！世子，宁王一个人危险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，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之人？既然宁王把你的安全交付于我，我就得全心全尾把你送回去。看来你还是太不了解宁王了，内军刺客再多一批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放心吧。顾念立即闭了嘴，宁王这么厉害。尹宁解决完刺客，心急如焚地回了王府。失望的是，并没有看见顾念。王妃没回府。回王爷，王妃没回来。刚说完，一匹黑色大马向着府门奔了过来。程毅勒紧缰绳，身姿挺拔地坐于马上。尹宁，你回来了！看着他欣喜地向着内人跑过去，距离越来越远，就如天上璀璨的星，明明知道够不到，心还是跟着疼了一下。尹宁深邃的眸光一直没有从两人的表情上移开。今日真的谢谢你，今日真的谢谢你。谢我？哼，你要如何谢我呀？我这是咱们夫妻间的私密之事，怎么能随意说出呢？回去只说给我听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突然如此肉麻，听得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锦墨，王妃安全回府，改日请你喝酒。谨言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，不见与人虚与委蛇的性子，如今大有进步啊！走了。程毅说完，大手一挥，策马而去。锦墨、谨言，你们俩认识？叶宁深邃的眸光望向他，大手扣在他的后脖梗上，带着人往里面走。说说吧，堂堂宁王妃为何突然离家出走啊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我只是出去溜达溜达，对，溜达溜达。叶宁盯着他心虚的不敢与自己对视的模样，冷笑一声，并没有拆穿，只要知道留在自己身边才是最安全的就行。此时顾念真的是欲哭无泪，兜兜转转，差点把命都折腾没了。外面的生活太过危险了，武力只碾压一切，得想办法研究一些见血封喉的毒药才行，自己太弱了。今儿怎么没出去？王爷竟然翘班？翘班？今日陪你回门，等明日父皇安排了职位，就没空闲陪你了。叶宁睨了他一眼，自己回门的日子都能忘，真是不长心呢。多谢王爷，父皇会安排什么官位给你啊？没中毒之前都是领兵在外，如今身子恢复，估计父皇会让我任武军总督督之职。见他满脸疑惑，接着解释了一句：武军都督府掌全国兵马大权，它分为中军、左军、右军、前军、后军5个都督府。总都督手握虎符，有权调动兵马，是所有高位之人都想得到的职位。顾念听完瞬间了然，这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职位，还是一个危险性极高的职位，看来以后会很心累呀。太傅府所有人都站着没有动，只有刘慧看见女儿眼圈变红了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，上前行礼。顾念赶紧拖住母亲欲行礼的手。母亲，莫要折煞女儿。哪有折煞一说，这是规矩，规矩都是人定的。是啊，念儿说不用就不用。顾江也懒得和他们在门外寒暄，冷哼一声就准备回府。本王竟不知王妃在府中过这样的日子，处处受人欺负，回门的日子不仅对她不敬，更是对本王不敬。老臣不知王爷驾到，请王爷恕罪。怎么，你们这样态度是欺负王妃，还是瞧不起本王啊？老臣不敢。他说完赶紧向旁边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众人跪下行礼。参见宁王，参见宁王妃。刘慧被顾念紧紧地抱着胳膊，没办法行礼。宁王的气势吓得他瞪了女儿好几次，都被女儿一笑而过。岳母不用担心，念念免了您行礼，本王不会怪罪，都依念念的。这样的互动看在顾仙儿的眼中更加愤怒了。前厅内王爷身体痊愈，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
念儿这孩子脾气不好，若是惹了王爷不快，王爷尽管惩罚。顾大人，念念很好，本王舍不得惩罚他。若是听说太傅府上有人欺负念念，本王绝不轻饶。王爷说的是，府上肯定没人欺负他，王爷放心。本王好些事，有时再来接念念。好，老臣送王爷。顾念回府后就被母亲带回了房间说私房话。念儿，宁王待你如何？有没有被欺负？王府的下人尊不尊重你？宁王细心体贴，对我也很好，母亲不用担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宁王的身体痊愈，算是让他放下了一块心病，犹如谪仙一般的女婿护着女儿，他很是高兴。那件事呢？懂不懂得疼惜你呀？哪件事情啊？你是在跟母亲装傻，还是真傻？还能什么事？母亲，您怎么问这件事呢？好羞人啊！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只能故作害羞遮掩过去。都嫁人了，有什么可害羞的？夫妻之间讲究琴瑟和鸣，才能感情长久。他懂得疼惜女儿，那母亲就放心了，争取早日生下一儿半女，让他把你放在心上，稳固正妃的地位。王爷身份尊贵，肯定会有侧妃妾室进门，到时为了彰显正妻的大度，也得帮忙张罗。但有了子嗣就不一样了，孩子是一个女人后半生的依靠啊。母亲，女儿知道了。这屋里太热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海棠院里，夫人，李柱来了。好，让他进来。夫人，您找小人。听到夫人交代的事情后，更加胆战心惊了，吞吞吐吐的想要拒绝，却又不敢直言。夫人，上次大小姐还是府中的小姐，出了事小人能逃走躲一躲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啊，她现在可是宁王妃啊，小人真的不敢呐。李柱，你的母亲还在城南庄子上住着吧？听说她的身体一直不甚好。李柱猛然抬头，没想到他会用母亲来威胁自己。经过几次帮他们做事，就知道这两位是个心狠手辣的主，若是不听吩咐，母亲就会有危险。应该怎么做？夫人请吩咐。你放心，只要按照本夫人的吩咐做，你的母亲会安安全全的住在庄子上。是，多谢夫人。既是吩咐梁嬷嬷把收藏起来的香囊拿出来，交给了李柱。交代几句后，才放心的让李柱离开。此时，流星轻功飞跃，离开了海棠院，脚步匆匆的回去报信儿。顾念听到后，忽的就笑了，知道回门不会太平，专门让流星过去盯着。香囊很好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等来等去，也没有等到叫李柱的男人过来，他还想报仇呢，这执行力也太慢了吧。就在他们接到消息的时候，大夫人刘氏的牡丹院里有个小丫鬟脚步匆匆地跑了进去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奴婢听得一清二楚，不会有错。好，本夫人知道了，你赶紧回去，别让她发现端倪。是，夫人，奴婢告退。今日是女儿回门的重要日子，既是母女不安分，当她刘慧是好欺负的。在贴身丫鬟夏至的耳边悄悄地嘀咕了一阵，两人一前一后出了房门。走到院子的小径上，就看见前面踌躇的陌生男子身影，腰间挂着的女子香囊很是显眼。走到假山旁，两人趁着假山遮挡的好时机，从后面一个闷棍对着那个人的后脑勺就敲了上去。夏至伸手放在李柱的鼻子下，见夫人看过来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死了更好，本夫人还担心打不死，再给他一刀呢。赶紧把尸体扔到假山后面去，别扰了念儿回门的好心情。夫人，李柱的母亲还在城南的庄子上，要不要？不用，一个老人家而已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和他母亲没关系，就暂时放过吧。有时
顾念越想越觉得奇怪，难道季氏又改变主意了？刘星，你再去打探一下出了什么事。是，王妃。1刻钟后，就又见刘星脚步匆匆地回来了。王妃，李柱死了，尸体被人扔到了假山后面。死了？刘星，王爷在府中留下暗卫了吗？回王妃，是留了几个暗卫保护王妃，只是暗卫一般不会暴露身份，只有危险的最后一刻才出手。这就奇怪了。难道是母亲？不可能，在心目中，母亲一直都是温柔贤淑的典范，为了保护自己一味的妥协，怎么可能出手如此果断？宁王按时过来接他回府，见对方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，有些奇怪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有人做好事不留名，有些奇怪。把事情告知后，越听宁王越是皱紧眉头，便把暗卫叫过来询问。暗卫把看到的听到的全部都说了一遍，简直惊掉了顾念的下巴。没想到刘慧为了自己变得如此强悍。为母则刚，母亲的行动再次触动了顾念的内心。刘慧送他出府的时候只字未提，只安抚女儿做事要小心谨慎。顾念上前拥抱住母亲，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一句：谢谢母亲。哎呦，这孩子都嫁人了还撒娇。直到顾念上了马车，都没给顾老头一个眼神。今日得知消息，皇后与太子想阻拦舅舅选拔皇商，他们安排了京都商贾徐良与舅舅竞争，定会从中做手脚，让舅舅千万要小心啊。这个徐良是什么来头？这刘家虽然是江南最大商贾，如今生意也是越做越大，遍布全国，但在京都的势力比不过徐良。他是在京都起家，生意也只在京都，所以势力同样不容小觑。而且徐良这个人有些阴险，不得不防。都说无奸不商，顾念陷入了沉思，看来舅舅的对手很是强大。王爷，王妃，季公子已经等候多时，一直不肯走。哪个季公子？回禀王妃，是礼部侍郎季府的长孙季庆。哦，是他啊。顾念听到名字瞬间了然，冷哼了一声，竟然这么快就犯病了。王爷王妃，季某的祖母今日突然犯病，实在不知如何是好，特来请王妃过府替我祖母诊病。本妃上次就说过，只是暂时压制住病症，你们都不信。哎呀，只可惜本妃看诊的费用是1天1个价，况且不是谁都能请得动的。顾念想起季府有很多母亲的陪嫁，就气得心慌。既然不能违背医生的职责，那就狠狠地宰他一笔。王妃的出诊费是多少？季府一定照付。5000两银子。5000两？这些只是上门看诊的费用，要钱另付。季公子觉得合适，本妃就去；若是有质疑的话，本妃就回府喽。季庆紧攥着手，心疼得直抽抽。祖母司库里藏着很多姑母孝敬的好东西，为了讨好祖母，他整日里假装孝子贤孙，殷勤地围着祖母转。若是祖母死了，他心有不甘呐。好，只要宁王妃给祖母看诊，银子一定照付。好，那本妃就勉强跟着季公子去一趟吧。宁王担心顾念一个人去会受欺负，也跟着一起上了王府的马车。当看见季老夫人的时候，差点让顾念笑出声来。她躺在床上，胸闷气短，嘴歪眼斜，经过诊脉，确定是脑出血造成的。松开诊脉的手，对着季庆伸了过去。季公子，本妃已经确定老夫人的病就是脑出血造成的，先遵守承诺付费吧，本妃一定治好老夫人的病。诊费5000两，加上药费2000两，一共7000两银子。你想银子想疯了吧？这是本妃提前说好的。既然季府不愿意给老夫人看病，那本妃就回了。今日前来，就当是老夫人临走前送她一程。听到这话，躺在床上的季老夫人身体颤抖，差点从床上起来。祖母，别激动啊，府上肯定会付银子给您治病的，只是府中流动银子暂时没有这么多，孙儿得想办法筹借呀。季老夫人顿时安心了不少，
关键时刻还得是大孙子孝顺。若是传出咱们继父因为诊病欠银子，着实不太好听啊。宋儿更担心仇家期间耽误了祖母的病情啊。季青为了从老夫人那儿拿到一部分银子，不遗余力绞尽脑汁。祖母不必担心，府上先拿出5000两，祖母出2000两，等府上的银子周转过来再还给祖母，您看可行？祖母不必担心，府上先拿出5000两，祖母出2000两，等府上的银子周转过来再还给祖母，您看可行？季老夫人眼珠子转了转，最后点了点头，等她病好了，再好好的收拾这些不孝子孙。顾念心下冷哼一声，很是不屑他们之间的算计，眼角余光却看见季家大小姐季雪正眼神灼灼地盯着宁王看。我去，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觊觎她的男人。季大小姐的眼睛好像有点毛病啊，需不需要本妃为你诊治一下？看在给季老夫人治病的面子上，给你送个看诊的机会，不收看诊费。你莫要胡说，本小姐没病。你看，刚才眼神灼灼，黑眼球多白眼球少，现在白眼球多黑眼球少，可不能讳疾忌医。说完转头看向了宁王，声音温柔带着撒娇。王爷，您说他是不是有毛病？季雪知道顾念在羞辱她，但宁王这样的仙人之姿想必是不会附和顾念的，况且自己也是有些姿色的。是。你这个庸医！王爷，您说他是不是有毛病？是。你这个庸医！住嘴，敢对王妃无礼，说话之前先过一下脑子。雪儿，不能无礼。小妹年纪太小不懂事，对王妃不敬，还请王爷王妃恕罪。顾念接过银票数了数，正好7000两。没有什么不敬是用银子弥补不了的，季大小姐值多少银子，季公子看着办。愤怒的季雪忍无可忍，刚想出声，猛地被季大夫人捂住了嘴。季青在顾念灼灼的眼光下，慢慢的从袖中又拿出了100两，一脸为难的开口：季某身上只有这些银子了，请王妃恕罪。哎呀，好吧，既然季大小姐只值100两银子，本妃一向大度，不与不懂礼数的人计较。不过季大小姐的礼数还需教导，万一哪天惹了贵人，就没本妃这么好说话喽。转身去季老夫人的身边为其施针，得意的小表情尽收宁王的眼底。宁王眉梢微挑，他的女人甚是可爱。父皇，近日选拔皇上的事情已经进入最后的关头，儿臣听说京都最大的商贾徐良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，不仅种类多，质量也属上乘。这个徐良朕也听说过，他可以一起参与选拔，还有江南刘家的实力也不错嘛。尹岩没有想到父皇竟然提到了江南刘家，说明刘家在父皇心中的地位不低呀，得让徐良好好的琢磨琢磨要怎么处理。宁王身子已经痊愈，朕心甚慰。即日起，宁王任武军总督的一职，众大臣可有异议？最不愿意争抢高位也最有能力的就是三子尹宁，储君的位子有心传给他，他们母子都不稀罕，也是自己最为头疼的。皇上英明，宁王兵功护国多年，有领兵的经验，武军总都督的要职非宁王莫属。太子恨极了父皇独宠宁王的样子，心中的怒火直冲炉顶，又暗中给顾江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上前反驳。顾江心虚地接收到太子的信息，有些不太情愿，但是太子阴狠的眼神令他心中胆怯，不得不从。皇上，以老臣之见，武军总都督之职太过重要，不能草率决定。这个太傅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。然后又看了看身体右后方的刑部尚书江大人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手握兵符之人都要深思熟虑，恐日后放权容易收权难呐。江大人这话是何意啊？
话里有话，含沙射影，非君子所为。再说了，宁王在边关领兵多年，只有他有资格接受兵符。父皇，儿臣以为三弟大病初愈，不适合担任此职务，替父皇分忧的心，儿臣感同身受。只是作为大哥，更担心他的身体，如今还是以身体为重比较妥当。微臣以为宁王殿下的身体已经痊愈，继续以身体为由阻挡宁王殿下为皇上分忧，会让人误会有所企图。皇上眉梢微挑，暗自高兴，表面神色没有任何变化的看着殿中的一切。父皇，儿臣身体好得很，皇兄多虑了，儿臣能够胜任这个职位，帮父皇分忧。一席话让皇上意外又高兴。好啊，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就这样决定。太子党都懵逼了，什么叫大家都同意？听不到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吗？下朝之后，宁王被皇上留在了御书房，尹岩怒气冲冲地离开。宁王手握兵符，权力之大，以后所做的事情都会束手束脚，假以时日，想要除掉他更是难上加难。李雷，给阎王阁送封信，姑要卖宁王的命。是主子。厉雷收到命令，闪身而去。阎王阁副阁主莫方收到信件的时候一阵冷笑：“此单不接。阁主说句话呀，多少银子可求？本阁主接单全凭心情，心情不好多少钱都不接。若是哪日送银子要尹岩的命，本阁主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”你在找死，敢对当朝太子殿下不敬，就算你是阎王阁，也定然给踏平。既然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那就请回吧。厉雷的狠话犹如打在了棉花上，只得冷哼一声离开。厉雷低着头躬身回话，任务没有完成，不用看也知道主子的脸色有多难看。什么？不接单？多少银子都不接？属下无能，请主子恕罪。正愁眉不展之际，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人捂着肚子踉踉跄跄地向前走。这位侠士可需要帮助啊！这位公子，董某落单受伤，能否请公子搭救一场？董某，此人姓董，相传傀儡店的店主就姓董。李雷，帮扶一下。在路上得知董顺的困难，尹岩主动给他在京都安排了一处院子，让其养伤，还派了大夫过来给他医治。我董顺蒙尘公子搭救，才有了安心落脚之地。若是公子有需要董某帮助的，董某万死不辞。你是傀儡店的店主董顺？正是，董某是傀儡店的董顺，这次也是因为对手阎王阁才落得如此地步，待伤势痊愈，一定回去报仇。你的傀儡店还有势力啊？和阎王阁交手折进去一大部分，还有一小部分仍然跟随。难道公子有需要董某解决的困难吗？公子若是有困难，但说无妨，董某一定尽力。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，本公子会付你银子。本公子知道你需要银子重新整顿势力，所以不要拒绝。公子对董某的大恩，以后一定以公子马首是瞻，万死不辞。本公子要宁王的命。看着公子温润如玉，张口却是一鸣惊人呢。恩人的面前不能失了诚信，他使劲地点了点头答应。御书房内，尹宁刚离开，皇上就收到了一封密信，一怒之下把手中的密信摔在了御案上。哎呦，皇上您息怒啊！喝杯茶降降火气，可千万别气坏了龙体呀！先皇在时留下的祸患，整日蠢蠢欲动，朕能不生气吗？父皇当时是怎么想的？竟然把仅剩的2位皇叔分别派到漳州和豫州，名义上让他们管辖地方的官僚和不完善的制度，就不担心放虎归山吗？皇上，老奴愚笨，着实不懂朝堂之事，无法替皇上分忧，皇上恕罪。你呀，跟了朕这么多年，朕还能不了解你？
皇上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奴才的一点小心思哪里能瞒得住皇上的慧眼呢？老奴不聪慧，不过可以把聪慧的人请到御书房下棋呀。皇上一怔，一语点醒梦中人呐。就这样，刚出宫门的宁王又被请回了御书房。皇上一边下棋，一边提起禹州和漳州的事情，询问宁王有什么想法。儿臣想快些为父皇分忧，只是此事事关重大，容不得一丝马虎。儿臣要仔细思考之后才能回答父皇的话，请父皇等待儿臣几日。好啊，宁儿懂得替父皇分忧，朕心甚慰。王妃，王爷回来了，浑身是血。顾念跑到宁王的身边，抓着他的胳膊，左看看右瞧瞧。哪里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不用担心，不是我，是青羽，他替我挡了一剑，你可有办法？顾念转头看向青羽，赶紧上前查看，关心的程度不亚于面对宁王时的样子。一个医者对待病人的正常态度，看在宁王眼中，醋意悄悄在心底萌生。虽然知道是为了救治青羽，但他心里就是有些不得劲儿。伤势有些严重，伤到了经脉，必须得缝合，否则这条胳膊就要废了。王妃，属下还能恢复如初吗？当然，本王妃的医术保你没有后顾之忧。顾念眼神清明，说话的语气斩钉截铁，给众人吃了个定心丸。事情太过突然，顾念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只能通过袖带从空间里拿东西。手术中需要用到的手术刀、剪子、钳子、镊子，还有缝合线和消毒用具等，一点一点地往外掏。惊得站在旁边的宁王睁大着眼睛盯着他的袖带，一度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。袖带能装下这么多东西吗？进入到工作中的顾念判若两人，仿佛浑身散发着光芒，让他更加移不开眼。顾念手法很快，手术也很成功，最后一步消毒包扎完成之后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手术很成功，好好休养就行了。这是涂抹的药膏，记得不要让它乱动。看都没有看宁王一眼，就心虚的匆匆去了前厅，终于可以坐下休息，喝口茶了。王爷在厢房，马上就来。大人在前厅稍等一下。王爷在厢房，马上就来。大人在前厅稍等一下。刚喝了一口茶的顾念抬眸看了过去，吓得他一口茶喷出去老远。面具男！顾念赶紧放下茶杯，就冲到他面前，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就瞥见宁王远远地走过来。完了，心里着急的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对着面具男使劲的使眼色，眼睛都快抽筋了。对方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。王妃的眼睛是不是需要看大夫？哎呀，这面具男竟然装疯卖傻，气得顾念真想劈头盖脸揍一顿。在下以前得罪过王妃？你拿走本王妃的簪子给还了吧，赶紧的，否则我不客气了。簪子？什么簪子？在下怎么听不懂呢？两人的对话被赶来的宁王听得一清二楚，脚步匆匆，赶紧制止了他的话，给莫方使了个稍安的眼色，又亲密地揽过顾念的肩膀，带着往后院走。哎呦，念念怎么如此生气啊？谁惹你了？告诉夫君，夫君把你教训的。没人惹我生气啊，我就是累着了。哦，好，念念好好休息，稍后啊，我再来看你。一脸懵的莫方坐在前厅的椅子上，绞尽脑汁也没有想明白王妃话里的意思。王爷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什么都没干。他认错人了，把你当成了我。哦，原来是你欠下的感情债啊！做阁主的替身，乐见其成。感情上的替身，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的协助一下的。你想得美，说正事儿。莫方一贯的放松姿态，慵懒地坐在椅子上继续说：好，说正事儿。太子送信瞒你的命，直接被我拒绝了。
估计还会想其他办法，你小心点。就在刚才，已经经历过了。动作如此之快。莫方，把徐良收买太子的证据找到。哼，让他蹦得太久了，只有一点一点砍掉臂膀，才能更心痛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清风在门外看了看莫方离开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一副不知该不该说的表情。有话直说。主子，属下想不通，为何不直接告诉王妃您的身份呢？导致和莫大人之间的误会。会告诉他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宁王心中腹诽，哪里是不想，是不敢呢？当初只想着报仇，还差点出手掐死他。若是现在说出来，会不会让他心生排斥，再次逃走啊？莫方的动作很快，当晚就拿到了徐良收买太子的所有证据。翌日朝堂上，皇上大发雷霆，直接把折子扔到了太子面前，吓得他心中一惊。你极力推荐徐良，还以为懂得替人分忧，或者徐良的实力应该还不错，没想到竟然暗中被徐良收买。你说他还许了你什么好处？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请父皇明察。明察？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还敢狡辩？你当真是老糊涂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着实见徐良做生意很高明，才想帮助一下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皇上，徐良竟然做出贿赂的事情，说明人品不行，不适合做皇上人选。臣附议，臣附议。跟随忠亲王和宁王的大臣有几个站出来附议，理由充分，让皇上连连点头，直接命令把徐良从选拔名单上划去，还惩罚太子闭门思过1个月。得到消息的当天晚上，徐良就赶去了太子府请求帮助，心中郁结的尹岩阴沉着脸冷冷地说道：姑不用庸才，若想得到姑的重用，先让姑看到你的实力。徐良回到府中，就独自关在书房，暗中琢磨事情。为了生意，也为了让太子看到自己的实力，他必须得做出点成绩来。翌日，刘氏梳妆阁的门外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梳妆阁卖给本夫人的手镯有裂痕，这么大的产业，竟然卖损坏的首饰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哎，真有裂痕呐！梳妆阁挺大的首饰铺子，怎么还骗人呢？哎呦喂，怪不得生意这么好，都是骗人挣来的钱吧？百姓们很快就议论纷纷起来。夫人眼波流转，对面前的事态很是满意。这位夫人，梳妆阁做的都是正经的生意，从来不坑害百姓。麻烦您给我看一下这对镯子行吗？哼，看就看，这是前2日本夫人在你们这里买的，还能有假不成？这位夫人，梳妆阁卖出去的东西都是经过检查，没有瑕疵才能交到宾客的手中。掌柜的别狡辩，这是你们梳妆阁卖出去的吧？掌柜为难的点了点头。镯子上的裂痕是真的吧？掌柜也是个实在人，再次点了点头。承认就行。真的是庄出阁的首饰，坑害百姓的钱，砸了他们的黑心店。对，砸了他们的黑心店，不能让他们继续害人。主子，前面有围观的百姓堵住了路，马车过不去。主子，前面有围观的百姓堵住了路，马车过不去。梳妆阁？梳妆阁是舅舅产业，今日出事应该不是巧合。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我下去看看情况，你目标太大了，还是在马车上吧。夫人一下子就看到了他过来的身影，以为是来买东西的顾客，赶紧上前阻止。这位夫人，这家店是个黑心店，你可千万别进去买东西，会被骗的。顾念上下看了看夫人，转头在刘星的耳边说了句什么，刘星闪身离开。哦，还有这事啊？是真的，我在这里买的一对手镯竟然是个残品，有很明显的裂痕。夫人是亲自买的吗？是啊，我亲自买的，当时看着不错，谁知这么大瑕疵呢？既然裂痕很明显，瑕疵如此之大，为何买的时候夫人没有看见？这说不过去啊。也是啊，这么明显的裂痕，买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？我当时只顾着欣赏款式了，没注意。小人记得很清楚，这位夫人拿着手镯看得很仔细，还对着光线看了许久。夫人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
买的时候看得如此仔细，都没有发现如此明显的裂痕，就说明当时的镯子是完好无损的。为什么在夫人的手中又出现了瑕疵？哎呀，这值得推敲啊！难道夫人是故意弄上去的？说完，又一副恍然大悟，仿佛说出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一般，捂着嘴。哦，夫人，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？一不小心把你的秘密暴露了。我好心提醒你，以免上当受骗，你却倒打一耙。老天爷啊！我好心提醒，却变成了诬陷，受害者也变成了坏人，真是没有天理了。掌柜的，我是顾念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舅舅为什么还没有来？原来是大小姐啊！主子去了锦绣坊了，那边也同时出了问题。怎么能如此巧合？徐良，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怪不得打压我，我要报官。好，我也觉得应该报官。店铺不能平白被人诬陷，若是如此，以后都来乱说，还如何生意？我的镯子裂痕是真的，怎么给我解决吧？否则我不会放过你们。张富贵家的。干嘛？张富贵家的？城南码头做苦力的张富贵的媳妇儿？没错吧？家里只有将就着才能吃饱饭，怎么有钱买贵重的镯子，还穿得如此华丽？你是受人指使来诬陷梳妆阁的，若是老实交代还能放你回去，否则就把你抓进官府。不是，我不是。哎呦，张富贵家的，真是你呀！你打扮成这样，我都没认出来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把人带上来。是，主子。他一声令下，流星大步上前，把张富贵带了上来。嘿，你这个不安分的臭娘们儿，说你多少次了，还是整日不着调，我打死你！哎呀，当家的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别打我，别打了！停，要教训女人回家再教训，先来解决一下咱们之间的事情。说，你到底受谁指使，做出这种诬陷梳妆阁的事情？哼，快说！难道你真的想进官府不成？哼，快说！难道你真的想进官府不成？今日一早，有个男人找到我，让我帮忙，还给一身华丽的衣衫首饰，还有一锭银子。我实在没忍住，就答应了。那个男人是谁？长什么样子？那个男人穿着贵气，扇着面巾，没看见他的模样，都是实话，真没看见。原来他才是骗子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就是，为了得到银子，黑了心肝，这样的人呐，应该被官府抓走受刑。坐在马车上的宁王一直盯着这边的动静，眼神一瞥，看见一个男人悄悄地从人群中离开。徐良的长子徐明。刘星，砍他一根手指，一只手砍一根。夫人饶命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饶我这一次吧。张富贵，带你的女人回去吧，这次本夫人心善饶过她，若是再敢有下次，定要她的命。小人这就带她回去，谢夫人饶恕。驾！打马声响起，顾念转头看过去，马背上心急如焚、眉头紧皱的人正是舅舅。舅舅，锦绣坊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已经澄清了，是有人诬陷。刘展一句话带过，没有多做解释。一起上了宁王府的马车才了解，原来有个女子拿着轻轻一扯就撕裂的锦缎过去找麻烦。还好每个绣娘的绣艺和手法都不一样，虽然仿得很像，从针脚细节处还是能看出不同之处。这次的事情是徐家干的，看来我们也需要做些什么，让徐家忙起来，免得心思太多了。王爷请说，应该怎么做？不用你出手，免得让别人抓住把柄，阻碍皇上选拔。如今肯定有很多人盯着刘展的一举一动，言行举止一如既往，就是最好的状态。清风，把徐良长子徐明抢占百姓良田、强抢民女之事捅出去，让卢老汉和吴婆子报官去。是，主子。消息很快被传出，舆论又把徐家推向了高潮。没事，
一些刁民而已，看来平日里威胁的少了。明儿，这次不可掉以轻心呢。刚对刘家出手就出现这件事儿，不可能如此巧合。自己要收敛性子，以免惹火上身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京兆府来人了，要带大少爷过去审问呢。眼神里颇有些得意，不就是去趟京兆府吗？有什么可慌张的？还是小心为妙。儿子知道。说完就跟着官府的人离开了。主子，李大人已经按照纸条上的信息把案件上交刑部，可惜刑部把案件草草了结了。今日徐明安全回府，这明显官商勾结，坑害百姓啊！哼，意料之中。多准备一些飞书，暗中撒满街头巷尾，把刑部尚书和徐家勾结罪名写明，昭告天下。这个男人好看的人神共愤，还如此的睿智，找不到一丝缺点，真是不公平啊！嘿嘿，王爷真聪明，小女子甘拜下风。宁王斜睨了他一眼，你的马屁拍得也太明显了。哎呀，大少爷不好了！你瞎吼什么呢？瞎吼！本少爷好好的在这里。大少爷，外面撒满了飞书啊，全都是刑部尚书和咱们府上的事儿，小人认字不多，您看看。徐明心中咯噔一下，拽过来飞书极快地扫了一眼，完了，事态转变得太快，让他不知如何是好，赶紧让小厮搀扶着去找父亲。外面大街小巷传遍了徐家和刑部尚书江大人勾结的事情，百姓们很同情卢老汉和吴婆子的遭遇，奏折犹如传信的飞鸽，一个一个地砸向御书房。没想到皇城脚下竟然做出欺压百姓、强抢民女的事情，真是胆大包天呐！还有刑部尚书官商勾结，把百姓置于何地？眼里还有没有朕？朝堂之上，皇上直接下令把徐明的卷宗带上来，他要亲自过目。大胆，竟敢私自更改犯人的卷宗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在你任职期间，是不是经常干这种偷天换日的勾当？在你任职期间，是不是经常干这种偷天换日的勾当？没有啊，皇上，老臣不敢呐。徐家势力太过庞大，他威胁老臣我才一时糊涂啊，求皇上开恩呐！皇上，小人没有威胁江大人，小人一介草民呐，拿什么威胁高官？只用银子贿赂了而已啊！皇上，这件案子是从京兆府转交过去，正好臣这里还有一份备用卷宗。跪着的三人心中一惊，还有备用卷宗，这下真的是证据确凿，不容狡辩了。李大人收到第二封匕首信的时候，不相信谁会有如此大的本事，因为上面写着必要时启用备用宗卷，保你连升3级。但现在朝堂上的情况让他不得不信那人的本事，主动把备用卷宗上交了。欺压百姓屡教不改，徐家要给死去的人家一个交代。徐明3日后处以死刑，刑部尚书江大人收受贿赂，徇私枉法，纵容犯人作恶，罢官免职。皇上开恩，皇上开恩，小人知错了，求皇上饶命。臣一时糊涂，求皇上开恩呐，求皇上网开一面。皇上怒火中烧，大手一挥，让人拖了出去。父皇，刑部尚书一职过于重要，不可空缺，儿臣以为光禄寺卿魏大人可以胜任。皇上，光禄寺卿在本职事务中做得很好，一时间没有合适的官员补上光禄寺卿的空缺，况且一介文人不熟悉刑部的事宜，老臣觉得不合适。说完还给旁边顾大人暗中使了个眼色，好好说话，可别再搞砸了。皇上，老臣以为苏大人所说有理，更换了职位，仆亲原职位上缺少一位好官，新职位若是不好胜任，就得不偿失了。苏大人说的是，还是丞相考虑周全。宁王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容易就妥协了？父皇，李大人正直刚毅，办事周全，
此次又立了功，正好有行事经验，儿臣以为可以让李大人先填补上刑部尚书的职位。苏大人心有疑惑，这李大人一向是耿直不收贿赂，没听说他加入了宁王的麾下呀？难道他们暗中有了交集？皇上不可呀！就算立功，也历来没有连升3级的官员，难以服众，请皇上三思啊！依丞相说法，李大人是武将出身，也懂审案流程，况且他性情耿直，不被人贿赂。苏大人依旧阻止，是什么意思？一定要和本王作对吗？老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本王后退一步，同意苏大人第一个观点，没想到每个建议都被反对，让本王不得不觉得苏大人在针对本王。不是，老臣……好了，朕觉得李大人说的不错，有审案的经验，那就依宁王所说，把李大人调去刑部。至于京兆府尹的位置，就从任期满的地方官员中调任吧。苏大人低着头，眼神里满是不甘。皇上就是会偏袒宁王，太子不在朝堂上，他们这些老臣都没有说服力了。主子，李大人已经进入酒楼。意料之中。李大人在天字号门外站定，开门的那一刻，看到宁王悠闲地坐在那里喝茶，一颗心终于落地了。宁王殿下。李大人不必拘礼，请坐。本王一直以为李大人是一个性格耿直、为百姓着想的好官，所以尽力推举你，半推上高位，不想埋没人才。王爷谬赞，下官只懂得在其位谋其职，能被王爷夸赞是下官的荣幸。李大人，不要怀疑心中想法，本王很欣赏你的品格，所以才会在朝堂之上不惜和朝臣发生口角，也保你官职。李大人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？李刚心中暗暗为宁王赞叹，别人以为是一石二鸟，其实不然。不仅除掉徐明，打压了徐家，铲除了太子的臂膀江大人，还把他招揽到麾下。多谢王爷，李某愿效犬马之劳。好，本王以茶代酒，与李大人喝上一杯。下官敬王爷。达成协议的两人推杯换盏，气氛比刚开始的时候缓和很多。太子府内，主子，属下暗中跟随李大人，见他进了吉祥酒楼。继续打探他和谁见面。是，主子。一炷香后，没有查到和谁见面。是的，主子。李大人离开后，阎王阁的阁主进入了天字号房，而且嫌弃酒楼上菜太慢，生气离开了。太子阴沉的眼眸微眯，怎么听都觉得蹊跷。他需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扭转现在的局势。殿下，妾身亲手为您煮了莲子羹，殿下要不要尝尝？放下吧。殿下，妾身不知殿下为何事忧心，但是妾身看不得殿下愁眉不展的样子。朝堂大事妾身不懂，妾身只知道受了欺负，暗自用法子告知父亲母亲，让他们帮忙收拾。太子眼神波光流转，想着他无意间说出的话，如果暗中想法子告知母后，让他帮忙收拾，是了。他的脸顿时由阴转晴，看向顾仙儿的眼神也温柔了许多。当天晚上就歇在了顾仙儿的房中。翌日一早，太子就进宫给母后请安，对付宁王刻不容缓。妍儿，今日刚刚解了禁足，就早早过来，可有事？母后，父皇那里最近有什么消息吗？倒是有一件事，还没有探听出到底是什么事，一直就没告知你。母后，宁王的职务和最近外面一石二鸟的事情都听说了吧？必须尽快铲除，不能再留了。妍儿，事关重大，不能着急，徐徐图之才是上上之策。若想成为人上人，必须忍耐。前日打探到皇上好像在为禹州和漳州的事情发愁，但是一直探听不到具体的事情啊。母后为了禹州和漳州的事情发愁，应该是他们的势力逐渐壮大，担心不受朝廷的管束。钱那边
成了父皇的威胁，那把这件事儿和宁王牵扯在一起，既然那边成了父皇的威胁，那把这件事儿和宁王牵扯在一起。皇后眼神一亮，这个主意甚好。太子麾下的兵部尚书上奏折说，宁王与漳州和禹州有密信往来，暗中勾结，想要干什么可想而知。还有一封密信，皇上冷笑一声，对这种勾当自是不信的。皇上，您明白宁王是清白的不行啊，得让众人都知道才行啊，人言可畏呀。这若是被有心人传出不好的流言，就更不好收场了。他的话瞬间提醒了皇上，在事态发展严重之前，将计就计，把宁王关押是最好的保护办法，然后暗中找到证据。呼啦啦一队锦衣卫进入了宁王府。出了什么大事？别担心，等着我。顾念一头雾水，用眼神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对方只是温柔一笑，转身跟着锦衣卫离开。清风，快去查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是。很快两人匆匆回府，把探听到的消息禀报给王妃。听到消息，气得顾念忍不住骂人，被诬陷和漳州、禹州勾结，这可是大罪呀。从清风那里听说了禹州和漳州两地的情况，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呢？就是想不起来呢。想不起来就用电脑查一查，人脑忘事儿，电脑总不会忘吧。转身进入了空间中，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，忽的眼前一亮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一日一早，他就把宁王书房里的笔记放进空间里进宫了，需要从那封诬陷的密信上找找出口。皇上，宁王妃想要求见皇上，被拦在了宫门外。快传宁王妃。顾念步履稳定地走进朝堂，表面镇定，却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。儿媳参见父皇。宁王妃免礼。父皇，王爷从不参与朝堂争斗，不知为何突然被抓了起来。哼，宁王妃见女流，参与进来不太好吧？再说了，宁王在朝堂上咄咄逼人的表现，宁王妃也没见过呀。宁王胆大妄为，竟然和禹州、漳州两地勾结，私下往来密信，证据确凿，岂容狡辩？父皇，俗话说相由心生，王爷一向正直做派，儿媳绝不允许有人恶意污蔑，反倒是长得贼眉鼠眼、咄咄逼人之人才有心虚的嫌疑，让人怀疑是不是想赶快找个替罪羊，让自己脱罪呢？指桑骂槐的样子，气得那人怒火中烧。你胡说八道！放肆！皇上气得猛地一拍桌子，吓得那人立即噤了声。事已至此，父皇能否让儿媳看一下那封密信，也让儿媳心服口服？皇上抬手示意福公公把密信递过去，顾念当场打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竟然模仿的一模一样。难道真的有人会有如此高超的模仿技术？皇上眼神定定地看着他，从对方的表情中就能看出此时有多震惊，就像当初自己看到这封信一样。就在皇上放弃希望之时，宁王妃从袖中拿出了一本书，她把书打开，从上面的字迹中一个一个的核对，她就不信有人能像复印机一样，能把自己模仿的一模一样，一点不差的。三弟妹，姑理解你的心情，这里是朝堂，不是富人家无理取闹的地方，还是赶紧回府吧。皇兄一定想办法找到证据，还三弟的清白。他没工夫搭理太子，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核对过去。父皇，字迹可以模仿，但每个人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是别人模仿不来的，不只是笔锋和力道不一样，对那几个字的熟悉程度不一样，写出来的字也不一样，一个是小心翼翼，一个是行云流水，况且字的最下方勾的地方有明显的不同之处。皇上立刻眼神一亮，仔细瞧过去。宁王妃有些强词夺理了吧？写字也要看心情的，这心情不同，写出的字儿肯定也是有所不同，只这一处不能证明宁王是清白的。
哦，这位大人贵姓啊？本官兵部侍郎朱生。朱生？顾念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肥胖的身材，确实人如其名，确实人如其名。你以貌取人，无知妇人。言归正传，本妃没有以貌取人，本妃觉得这封信就是出自朱大人之手。你胡说！你竟敢污蔑当朝命官！你说我污蔑？你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有，那字迹和本官的不一样。朱大人有些强词夺理了吧？写字也要看心情的，心情不同，写出来的字肯定不同。只这一处不能证明朱大人是清白的。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？你，还有你，那封信你们都有参与。朱大人说了，心情不同，写出的字也有所不同。如有异议，请找朱大人。宁王妃断案神速，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，此乃大才。世子谬赞。宁王妃，我们都是朝中重臣，岂能容你随意污蔑？父皇，儿媳觉得此案疑点重重，既然大家都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要抓一起抓，否则就把宁王放出来，凭什么污蔑好人？这群老臣整日像长舌妇一样，张家长李家短，瞎叨叨，原来是没遇到硬茬啊！朕觉得宁王妃所言甚是，今日就把宁王放出来，还他公道。父皇，儿媳还有一个证明宁王清白的方法，但是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。好啊，宁王妃上来吧。皇上觉得带着儿媳妇去后面内室有些不太方便，压低声音说上两句话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一番话说完，皇上越听眉心越是舒展，越听嘴角越是上扬，看得朝堂上的大臣们心中腹诽，这是听到了什么让皇上如此高兴？都是王爷吃不好睡不着，日思夜想才想到的，王爷的一片苦心可不能被冤枉啊！妙哉妙哉，要把宁王放出来，他不仅无过，还立了大功，赏。宁王妃到底和父皇说了什么，让父皇高兴的立刻放了他？谢父皇。有本启奏，无事退朝。一炷香的功夫，宁王的身影出现在了大殿上。宁儿的主意甚好，父皇很高兴你能替父皇分忧，这两人的事情委屈你了。皇上看着最中意的儿子，越看越满意。此时宁王一脸懵逼，什么主意？自己怎么听不懂呢？皇上递给他一张纸，看完之后让宁王心中一惊，纸上跃然写着瓜分权力。父皇的话中透露出朝堂上出现的所有事情，心中一惊，他的女人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儿。最震惊的是顾念的睿智，宁王都不知道是怎么从御书房内出来的，回到府中就匆匆找顾念的身影，激动的双臂相扣，将他抱在怀里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受刺激了？谢谢你。至于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我此生绝不负你。顾念眼神闪躲，不敢直视。听到这话，怎么心中莫名的触动呢？我保证，我这一生只想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不纳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感觉房间内到处都飘着粉红泡泡，让他尴尬的只想离开。正好刘展求见，打破了尴尬，让他松了一口气。刘展拜见王爷王妃。刘展拜见王爷王妃。皇上选拔迫在眉睫，怎么有空闲过来啊？前日在一个西域人的手中得到了一个极好的东西，用好了能利国利民，但是西域人好像在躲避追杀跑得太快，没问清楚怎么用，特来求助王爷。舅舅，你找到了什么稀罕东西？他们西域人管这个叫珍珠米，说是产量高，味道也好。
我看着金黄金黄的挺好看，就买了下来。先是怕引人注目，只带了这些。顾念伸着脑袋往袋子里一瞧，我去，这不是玉米吗？舅舅，总共有多少珍珠米啊？当时西域人为了逃亡急于脱手，带着一袋子就都被我买了下来。舅舅，我从一本书见到过这个，现在好像已经过了种植的时间了，得明年3、4月份才是种植期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还想着把这么好的东西献给皇上呢，到时候龙颜大悦，拿下皇上的头衔，那如此来说，没戏了。